性也比较高的角色，他打起来就是一个平上嘛。对，就可能对他来讲，只能说插一手吧。如果说再有一手邦邦的话，那就更好摇摆了。打这个阵容的话，邦邦是还行，这个点位的话就。 他其实选哪感觉都差不多，因为都很难追。但是4个角色整体的一个特性差的不多。对，都是那种很克制他的，他还是得需要自己一步一脚印去利用自己的围龙，把对面的技能给骗出来才有。看一下，准备往哪走？冲着2楼下去了。2楼下白子是准备往墓地里面拉。 那往墓地里面拉的话，其实你作为一个基础先知，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而且兔子一鸣这边是第一时间没有找到他的一个视野，对，没有发现是往墓地里面走了，那再回头往中场南这里没有提前下板子，这边脚印是暴露的。是，看一下，还想再骗一手，想骗一下他下铲，但是南也很稳，没有下。兔子一鸣攒够了愿力，回头来找承载，这地方逼出了第一个路易。 招的还是比较快一点的，是的，不能规避掉就行。他应该是准备再续一个笼子了，续一个笼子把你第2，哎，没有续，没收到。他想先抽一下，尝试一下，如果能抽到就赚了，但没有抽到的话，只能再交一个笼子换一波路易了。这样的话，前期愿力值消耗的挺快的，一个肥胖流并没有卡住。 但是他因为前面没有追别人嘛，稍微绕了一下，也攒了挺多愿力的。是的，而且再过来的话，其实也是会再逼到你的一个路易。直接拿一刀。那现在最后一波承载就得靠鳞片来博弈了，但是并没有交出来。密码机的话加起来差不多是2台左右。是的。 而且这里的话，兔子一鸣这把是带了一个失常，感觉有机会再去踹一手了。没错，中场应该是守墓人45的一个遗产，墓地是他开局被封掉的，所以那一波白子拉点拉到了墓地并不赚，他没有立刻破译密码机，他往外走了一波。而且这把的话，南因为贴的比较早一点，哎呦，打断了一个铲子。是的，那这一波等于没有卡到淘汰进度，密码机被踹了。 还被打断了一个铲子，状态都没守到。是的，但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黑龙，不过也还行。接下来就是看莫尔什这一波能被拖出去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不？拖出去的话，求生者就不亏。啊，拖出去了。那这里守墓人打算再继续帮忙扛一下。承载利用一个反弹往外拉，还可以再交一波路易。是的，这里的话继续跟。 又骗了一波，但其实拖出来的时间已经是挺久的了。是的，但是因为兔子一鸣有那脚失常在嘛，算是帮他挽回了一定的节奏。一个波抽到，可惜没有抽到，还在进行一个。哥哥也是稍微挡了一下下。对，还在进行一个短板博弈。 但这里其实拖出来的时间已经是把那脚的失常完全弥补回来了。对，那密码机是3台半左右。刚才45的密码机踢的嘛，踢完以后现在已经回到了56了。而且你是有一个人修完解放出来之后，你又多了1台遗产，相当于。是的。下一波教授被通缉到了，我这里应该是不太有拦截的，毕竟技能还是在的。先交一波鳞片。第2波，哎呦。 这个位置感觉能拦啊！一个月龙怎么说？哎呀，可惜这个把自己关在了笼子外面。那接下来队友要帮忙扛刀了，因为第4台、第5台都在破译。莫尔什是有带回光板罩的，所以德伍的求生者这一波是可以帮忙扛的。是的，还是想要2个人去帮一下。 而且兔子一鸣这里愿力值也不够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笼子了。这个笼子的整体架的位置其实也并没有说很舒服，而且白纸一直在帮。这里准备把白纸打倒，那求生者其实还可以再来救一波，看他们要救一波呢，还是要直接开了。如果要救的话，就只能让园丁靠过来。但是有可能会被打针对，就兔子一鸣算是在一个。 被扛到4人开门战的一个危难时刻中，他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如果说能够打到教授的针对的话，但这个地方其实木武士那边已经是从后面绕过来了，那你相当于还要被白救一波，然后我再把这个有回光返照的木武士放在你面前。而且这一波往学校门走，感觉能够拖到求生者那边人去点墓地门啊，毕竟有回光返照的。
哎，选择直接通电。莫斯这个状态是能够扛一刀的。是的。一个小加速，先扛一刀。那那边门的话已经点了一半了。对，已经50多了。现在他还是处理不掉承载。想再创造一个单向龙，但是这个单向龙。 这个地方2块板的全刀啊！哎，传送了吗？门开了，传送了，直接选择点门。起盾的起盾，下铲的下铲，能扛到吗？这里守门人并没有帮我们扛到，但园丁能爬步，一个正菜把人顶走，强行摸头，但是最后还是放了手。好极限啊！是，其实刚刚那波感觉已经要出门了，而且园丁那边有飞轮有盾的呀。是的。 但是陈默人当时也是出门了。陈默人当时是在拆笼子吧，只能说他是我大副可以去摇到表的一个比较舒服的范围。是的，最终也是确定了一手跛脚羊。其实整体来说，他的一个数据还是可以的。第一局的跛脚羊，我觉得如果说不像上一局那么烈的一个情况，上一局虽然说市场优势又给求生者扳回去了。 看一下这局的选择，墓地外面是火灾，还有幸运儿中场的魔术师，以及甲门前面的大副。我想是选在了红蝶亭。是的，这样的话脸上是魔术师以及火灾。看一下冲哪边？人号被锁，人号被锁，人号被锁。这里是直接往中场，看一下魔术师也是提前拉走。这个点位再绕回墓地。但是两边的求生者都已经拉开了。对，右边是星辰。 星辰的幸运儿上来是摸香水，哎呦还行，但是也不太行啊，就一个香水就没了，对，就已经刚刚那一波，对，已经直接进入一个白板追击的一个节奏了。是的，就接下来的话就是纯靠你基本功的一个牵制了。那这里可以先拿一刀，白板怎么牵制呢？先拿一刀，先拿一刀，这样的话下一波只要用围龙围完以后，再下一波就不用交笼子就可以了。 那这里把板子踩掉，其实对于星辰来讲已经不太好转了。不过电车来了，电车能不能救一下？哎呦，完了，救的是幸运儿。哎呦，还行。莫安小明这波绕了过来，一波抽到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看这个飞轮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飞轮，哪里都去不了。而且星辰这里也没有拉点，不过莫安小明闪过来，前面这个板子能进吗？可以飞轮，但是想回身砸板的时候还是被打倒了。 关键，梦幻小明当时的那个围龙是被车给拦开了，对。不过他很快的反应就是我再钻过去以后，给你一个抽刀，所以说等于说这个电车帮的也没有完全帮。是的，不过那个闪现空了，就相当于拉平了嘛。那这样的话，求生者也知道你没有失常，所以就可以卡的比较极限一点了，这个淘汰进度。看一下这波救援如何吧。 手上的阅历非常多啊，直接打到了幸运儿，打到了幸运儿。那这样的话，外的密码机是2台半左右。下一波应该会继续来套一个化险为夷，就看一下这个幸运儿有没有可能想点办法让他能够36呢？得有人过来帮才行，给个道具之类的。如果想36的话，得有人有空去破译一下红色密码机，然后运个道具过来。是的。 但他们现在这个密码机进度有点不太支撑他们能够去干这个事情，而且梦幻小明那边是带了一个通缉的。是的。不过通缉没有通缉到后面卡着的凌云，凌云也带了化险为夷，他这波也可以救人的。已经卡到脸上，能不能看到脚印？没有看到。现在是发现了。 先来个双龙，想先拿一刀，但是被拆掉了，那只能拿1/4的状态了。主要对于梦幻小明来说，现在压力不是很大，只要能够保证先把星辰淘汰了就行。这也是直接抽倒了。现在淘汰了以后，就看求生者开门战怎么安排了。哎，想再摊一哦，这也是追着过来了。星辰往地下室多耽误一点挂人的时间。但密码机还是有点不太够，只能说你挂完是差不多能开。但是你还有一台大遗产需要补啊。就是你先骗一手，想把梦幻小迷骗过去。
直接传了，传过去 S 板直接开掉，而且脸上是狮子的大副，大副手上还有一个表，开门战是有牵制空间的。那看一下梦幻小明应该要直接管门了，想要去管独栋门。是的，不过这个门，哇，凌云很凶啊，还在点。 点到了50左右，不过这个笼子出现了一波失误，是的，手上已经没有太多愿力了。那现在对梦幻小明来讲，就是把这个人给架在这里了，不可能放他离开这个点位。实在不行先等嘛，反正我等的话，我可以攒我的愿力。等下一个笼子嘛，再来一个单向笼。电射又要来了，将于10秒后到达，但是对于凌云来讲，手上的魔术棒还在。 中场其实就有一个地窖，对，看有没有说法。不过他还是走不出这个双板的范围，有点转不走。哎，有机会上车，现在是没上，视野上了。这里不交笼子吗？但也不太好走。嗯，如果说你他这里要是在墓地外的话，有点机会。不是他交笼子可以直接拦下来的呀，他刚才为什么不交呢？但是他。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不会这也能走地窖吧？中场不至于吧？门地窖已经开了啊！防了一下。那看一下梦幻小明这把会选择什么样的天赋了？毕竟在回景村这样地图，如果说只是一个移形的话，可能开门战来讲，并不能从2个门。 就是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移，点会比较近的话，点的话是小船的古董商、中场的佣兵、小木屋的杂技以及大船的飞行家。杂技如果说在木屋起6代的双弹的话，就不太好去追了。是，就上来先跟你去拉距离拉一圈，对，然后又可以转点，再选择是往小木屋的方向去，想尝试一下杂技吗？还是要拐中场呢？ 哦，直接要准备追杂技了。追杂技的话，其实他是得去抓杂技的一个失误。他先把窗给封上了，这样的话拉近一波身位，再从里面翻出来，有一波夹板的机会，并没有夹到。但是往前面的话，其实球又好了。是的，不过这里的话直接丢球就行。不过杂技这边道具消耗的也是挺快的，没有敢去翻窗。 要给一个实体刀了，感觉。是的，这里赌一下的话是可以平地拿1刀的。直接拿刀。前面的话，星辰有点想过来接，还是说要绕到木屋去休息？他是把位置让给他了。夹到了。哎呦，一个隔窗夹，他是想把小船这个位置让出来给杂技去进行牵制，所以他绕回木屋也是干扰到了自己的一个破译。但这个球的话，感觉有一点点小失误啊。回来的话，看一下这个有没有机会夹到。哦，有刀了。是的。 直接架在板前，快的2台左右。这里有一个恶名，看一下，直接挂上。那其实对穷子来讲，这波密码机是有被干扰到的，而且地图是比较大的湖景村，第4台、第5台补起来也很麻烦。是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选佣兵的这个缺点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是个野人的话，其实你还是有卡着去卖的机会，或者是说你卡着压满就都会比较舒服。但你现在佣兵如果顶了个通缉，我直接出来，你交互腕还是有机会被打断。没错，甚至说我有机会多拿你一个存在感。而且这把梦幻小迷的张狂以及封窗式都暴露过了，对于穷子来讲，他们是可以考虑要不要直接卖掉的。他顶了个通缉是非常非常难救的，所以我想干脆就直接卖掉。这样的话，卖掉等杂技那边挂飞，梦幻小迷也开不到2阶。 这样的话得去拿一下这个佣兵的节奏，不然他卡得太舒服。毕竟隔着一个。就是想直接弹护腕过来就。哎呦，在弹出去的一瞬间被夹了一下。是的，这波救人是有点风险了。再来一个双倒。雕像还有一组，并没有夹到，直接选择出刀。马上能长出来一组，看一下这一组怎么说，交到了杂技身上。但是还是拿到了佣兵不少的状态。是。 而且可以通缉到佣兵啊，可以看着这个佣兵一会儿去哪的。对。准备丢个分场，再来一组夹吗？没有，没给。其实感觉可以蒙一组。是因为他刚才其实还差一个。对他其实差一点点，马上就要好了。是的。那现在看一下挂上通缉的是谁？又是佣兵。
那有点难受拉到了。角落，那这个时候肯定冲着你佣兵去了呀。对，他现在手上雕像是够的，狮子交掉了最后一个护腕。那这里如果连续被秒续节奏的话，对求生者来讲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小船是1产，他这里甚至可以直接移过去。看一下，选择先挂上。他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挂上，然后投坟场去磊磊的那里，看他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小船这台密码机是比较多的，70%几，一个坟场投的有点远。现在磊磊要从边上绕过来。现在磊磊的话，可能说得去压一下，等到星辰先把海侧的那台修开，然后他再从另一边绕过来。但是他这样的话要拖的时间特别久，因为星辰那台密码机，修开了之后还要跑图跑到小船这台。是，这里磊磊已经绕过来了，而且好像想卡半啊，他这里是不是想交升空？哦，没有，感觉来不及了。对。但梦幻小迷其实身位并没有说架得非常的严啊。他一直在排人，他不确定磊磊是躲到哪个方向了。哦，看到星辰已经过来了。是的。感觉梦幻小迷的这个手椅有点给机会啊。那边佣兵已经掏下来了，而且佣兵是挂飞，看一下，选择直接在角落去开一台密码机。看一下这个坟场是发现了狮子的位置，能击倒吗？雕像已经不够了。没事，他可以先把这台架住。是，反正就站在这里嘛，预判着佣兵的一个位置，看能不能找机会把他投倒。而且古董商那边状态不太好，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去给小船这台压力，他们得拉远，然后让磊磊去给压力了。是的，他利用这个时间去把飞行家打倒也行，但他其实还是有点怕，他有点怕2个人没调整状态去偷密码机。他的这个排点其实有一点给机会啊，因为他其实手椅的时候以及这一波，你想想嘛，你不在角落，那你2个方向，你小船是自己的方向，那他只能是往大门去排。那这个时候只有飞行家会给压力，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调整了？一波合成，哎呦，喷气背包非常极限的交了出来，但是也是先调满了古董的一个状态。没错。那古董商那边是救不了人的，应该还是把佣兵摸满，让佣兵过来救人。看一下梦幻小迷这个坟场还是没有排到，但是也是给到了2个求生者去摸满的说法。这样的话是知道2个人从2边绕过来了，然后去先守小船的这台。那他确定这里是古董商，佣兵应该就走另外一头去救人了。对，把他先逼远，然后再想回来手椅。他现在其实还是可以像刚才那样打，他得先把飞行家卡过半会比较好打。对。哎，拖过半了，那你这波逼你救，先合成，然后再丢一个移形过去找古董商。那这里要直接3棍了，3连棍，先给了2棍。那求生者应该要考虑过来抢这台小船的密码机了，但是又炸到了古董商一下，2个人在原地先补状态。是的，刚好有一棵树挡着。他这把其实4抓面还是挺大的。这波求生者能调整起来吗？哎呦，没有，佣兵反而是还被夹了一下，夹炸了一下。求生者那边的话，一直想要去硬抢小船的这一台密码机。对，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星辰这一波得撑住啊，他得拖够外面调整的这个时间。是的，还有一个飞轮的说法。感觉这把求生者调整的有点舒服，是，就是想怎么调整就怎么调整，不太好被干扰到。那现在最后的一个短板博弈，直接出刀，那他也能确定外面是在调整，并没有抢密码机。是的，而且他们选择如果要把佣兵的状态还调满的，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啊。你现在古董商挂在了小木角落这个地方，我一看你佣兵调满，我直接冲出来了呀。而且最关键的是，佣兵和飞行家都是挂飞啊。就如果他们倒地的话，这开门战梦幻小迷也会比较好处理。投了个坟场，然后直接继续站在小船这里，看一下你从哪边绕过去救人。这里能扣到吗？位置应该是看到了，确定了狮子的位置。我觉得他是确定了狮子这么远的话，其实可以先去干扰一下飞行家。是，但他主要是不知道飞行家的位置。那你投坟场了，你不是有技能在手吗？是的。
那这一波飞行家是还有一个悬停的，选择了移行过来。没错，他直接追佣兵，这样的话逼飞行家去救人，而且飞行家救人下来的时候，并没有密码机可以破译，而且那边的话，其实他没道具也撑不住。这一波移行就非常的果断了，他直接压出来把佣兵打倒，哪怕你飞行家是去救人，但是你没有人压密码机，我白白挂飞你一个求生者，对吧？等你下一波，我再站在这个小船密码机，你谁敢来修？然后远程不停的去用坟场交雕像，这个就是他们其实选择了条状带，但是又不兴起，硬要打小船的这一台密码机，给到梦幻小迷的一个机会。因为梦幻小迷他的打法，他就是硬守小船，其实他也没怎么管外面你调整，你调不调，你爱调不调。是的。但是求生者呢，偏偏就只打这台密码机。但是也没办法了，因为对于求生者来讲，当时不管是飞行家还是佣兵，他暴露在中场这个位置，都是有可能被直接移行过去突破的。那你现在的话，越打下去，求生者那边的状态跟道具都会被消耗掉。我一个2阶的雕刻家，就见谁秒谁，是，其实都撑不住的。古董商直接炸倒。现在的话是3个求生者都是，就是就是跟佣兵都是属于挂飞。对，所以梦小迷这应该还是要考虑一下了，看一下飞家的脚印，找到了。他这一波只要慢慢追嘛，把飞行家追倒的时候，自己的移行也差不多好了，可以再移行回小船去管古董商，不怕密码机被开掉的。这边2阶甲，再补一下，能炸倒吗？没有炸倒，但他还是防了一手。是的，因为古董那边其实绝处逢生也差不多了。哎呦，选择一个远程坟场，他在等。在等自己的雕像再长出来，因为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如果要消乌鸦，对吧？你只有上大船那台密码机去破译，所以梦幻小迷也不着急。对，哎呦，一个远程坟场，但是它容错率很高啊，对吧？它可以空10组、20组雕像都没有关系的。反正我不行的话，我就牵着星辰往大船那边去牵嘛。对。然后你下来，我再击倒你。是的，他不可能说让飞行家有这个跳地窖的机会的，我就慢慢打。但星辰的话，其实他要拖的时间就特别久了。是。你飞行家才在大船那边刚刚开始破译。反正这一波就往中场取，让他离密码机远一点，然后再靠坟场能不能在大船上去把飞行家给打倒。这地方比较狭窄，看一下，蕾蕾是直接跳到了楼下。现在梦幻小迷其实可以大胆去追啊，他手上有移行的。古董商如果直接交绝处逢生的话，他一个移行还是能够移得回来这个距离。而且感觉蕾蕾那边已经是名牌在大船修，居然能够让他修到半台密码机。关键是他直接往船下走，你的雕像也不好处理他。准备让古董商再摇一次，再攒一点雕像。一个飞轮。那对于星辰来讲，就是怎么都要往小船倒，跟队友拉开远一点的距离。大船那台居然能够修到70多。是的，再修一会儿，感觉要压好了。其实当时他举到中场，他可以直接大胆的走上去，这样或者你移行也行啊。因为你古董商那边刚倒嘛。是的，他这一波是选择直接移行的。对，你实在不行，你先去管你的飞行家，就算让他把这个密码机开掉了，你不是还有机会吗？但他因为你修的小船的密码机嘛。对，但他移行的话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蕾蕾他这里是有回光返照的，他其实上一波移行会好一点。他这里有一个落一刀的机会。现在古董商是已经起来了，想要去修下小船。没错。但是也不修了，撒手了。梦幻小迷直接选择把人给挂上，然后再架住甲板的这个地窖，看一下星辰有没有机会。但飞轮现在还没好，有点难。如果手上多个飞轮，可能机会会更多一点。是的，星辰已经贴了过来，但是不太好走啊。也是把星辰给他炸倒了。梦幻小迷也是在第2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一把4抓。这把4抓的话，其实感觉中间的节奏还起伏挺大的，不错的一些角色。就他的一个技能会比较难带，就看他是挽留带不带了，对吧？然后
加上前期选择带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如果想要去争多抓，不太好去带挽留了。对，别舒服。传下这个点，感觉就是还是要就近的去追一下空军或者是佣兵了。那我觉得看一下这个走位是选择往外走，没有上大船，找到了小木屋的先知。那先知这一波是陈某人啊，看一下能不能牵制。第一波双龙惊喜，换一下是上到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不错。但这里板子一下，再来个板弹，兔子一鸣翻过来想卡掉对方的一个板弹，但是陈某人选择跟你绕，因为你也没有带风窗嘛，这个点位还是能小绕一下的。但是这波翻窗的话得小心了，不能被上双球。 不然有可能被打一个震慑的。这里的话是选择直接交鸟，直接顶鸟。那交鸟的话，把你这一个双龙惊喜给拖过去，对吧？这个时间，哎，想翻怎么说？没有选择回去专门。那兔子精明这里应该要平地先拿一刀了。是的，但是还有个飞轮的机会，还在骗。飞轮是也交掉了。是的，他刚才是捏了一下，假装出刀骗出了陈某人的这个飞轮。 对，技能好了，看一下。但这个板还得等下成功下到的话，你得等下一波的分身。对，下一个双龙惊喜了。看一下红球，并没能引爆，没上到。陈某人这一波走位非常的秀啊，卡到了左边，卡掉了你的轮盘，还在卡，还在卡，然后再逼出你一个，然后再回翻。是的，再逼出你一个绕场谢幕。 但是单是这一块板子已经先制了很久很久了，现在密码机是差不多3台。是，这把兔子一鸣是一个张皇八卦阵的一个天赋啊，可能在中后期的控场能力就没那么强了。是的，白纸的话是直接在甲板上面去卡。对。对，这把的话，白纸本身也是带雷手化险为夷的。直接选择一个陈云，飞到椅子面前。 说不敢逃，怕震慑。哎，绕着板后去了。反而是哎呦，还是给到了一波无伤掏，然后再吃了一刀。但这里想打双倒已经是很难了，而且还给到了陈某人一定的身位往外拉。鸟的话其实也吸了很多了。是的，窗弹接板弹，这波鸟能吸出来吗？好像有机会啊。出是出来了。是的，但是并没有交出来。 那下一波救人位再来救一波，陈某人是有机会把这只鸟给交出来的，说不定能拖到密码机够。这把的话，其实承载的那台会比较多一点，它差的是白纸海边兴起的那台。是的，毕竟他是救完人以后再去破译的密码机，所以他现在的话，如果压的满一点，然后倒的话往承载那个方向去倒，还有说法。是，看一下这波救人吧。 男已经贴到脸上，空军一会破译完也可以往这边靠，那把枪还是有机会能够拖到4人开门战的。但是这淘汰进度很极限了，哇！吐了下来，这么极限的情况下还掏了下来，兔子一鸣还在想追这个双倒。但这个时候你密码机收益是什么呢？对，密码机已经是60多了，他这波把双龙惊喜交到了佣兵身上去追这个双倒的话，很可能。 空军都不用过来，陈某人就能够牵制到开门战了。门就行了呀！现在我先知就拿着一只鸟，然后拿这个飞轮，直接交鸟翻。是的，那顶掉了以后怎么说？还有一个飞轮，直接通电。那你通电以后也没有挽留，看一下继续卡飞轮，这波是真顶掉了。但是这里其实应该继续往前面走啊，他的绕场揭幕已经交过了。是的，但是问题不是很大，你挂完的话，其实那边门也是要开了。是的。求生者看一下一个移形移到了门口，距离不够。那气象学家应该是准备回头去走地窖，另外2位直接出门。又一个陈云，直接是跳了这个地窖，求生者就是撞救，我撞救完。 然后再让画家的那幅画看能不能够发挥到作用吧。这波起源最好的目标就是找到邮差啊，然后这样的话，对。但是这里是没有
往邮差的方向去选啊，选到了大门，那就画家被追的话，我觉得是求生者这边最希望碰到的结局了。先找一下磊磊。是的，直接冲着画家去了。那磊磊第一波的牵制还是比较关键的。如果说第一波能够把奇恩的兴奋给逼出来，那么给到前锋一个撞救的机会，磊磊是有很大的2-6空间的。但这里如果说逼不出奇恩的兴奋的话，那么就有点难受了。前面的窗可以翻，利用一个窗弹加速。那这样的话可以往前转到3个板子那里。而且刚才那一个窗弹加速消耗的是邮差的一封信啊，因为这把画家带的是一个飞轮，邮差的强大之处就在这里啊。队友在牵制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是的，这也能解到，先有一刀。这幅画已经开始画了。其实凌云那边是已经想过来了，是的，想要去手上帮一下已经捏了一个强风，直接帮忙下板。那等你踩板的时候再交这个强风。不过还有外面有个障碍物是拦了一下。但这波的话，其实自己的破译密码机的速度也会被干扰一下。是的。但如果那个位置不来交锋的话，磊磊应该是已经要倒地了。就算你放出画来，其实也不太有牵制空间。哎，前锋来了，过来，提前撞，提前过来 OB， 这样的话看能不能找机会逼出你的兴奋。是的，这里的话是已经把画给他交出来了。跳过来，但启恩也不想交这个兴奋，选择强行看完。还好这波是沉默到了画家，让他没有办法画第2幅画。但这2波的控制都是他硬顶下来的，是的，没有选择交兴奋，所以节奏也不会说特别的快。这只猫能咬到，画应该是，哎呦，一个飞轮顶了一手，那画应该有机会续出来了。看一下这个板子，鬼神砸头还行，但还是逼出了兴奋呀。星辰直接在脸上再拖你一只猫的时间。对于启恩来讲，这一波挂上以后还得防撞救，所以先把猫给拉了回来。但是不撞救的话，他也可以选择掏完以后再小陀螺救，小陀螺撞也是一样的。但是你也不用担心画家的一个淘汰进度条。没错，直接是救了下来，然后打到前锋。没错，来了小陀螺，帮忙撞一波，然后画家又可以往外跑，手上有一幅画，你还没兴奋。所以导致想要去找一下星辰，导致这一波前是只能换节奏了。而且这一波的话，因为你是兴奋交了才击倒了画家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空间。是的，而且前锋的遗产好像就在集装箱啊，这一波星辰要被挂回自己的遗产了。不过这波可以让气象过来。是，哎呦，通缉到了，运气非常的差。直接通缉到了气象，不过狮子那边也过来了。看一下，一个陈云想躲猫，但是也是躲失败了。狮子再帮忙放一只狗，一个飞轮，但是气象这边还是会给到一个双倒。但这样的话，前锋不是又跑了吗？你不是移形哎，你手上带的是兴奋，不过星辰并没有第一时间走远啊，还在中场。前面小木屋的这个窗翻不了，没错，把手中所有的橄榄球全部交掉，也算是成功的废掉了前一只猫。密码接近4台，不过这波博弈还是被前给博弈到了。现在的话，场上已经是没有化险为夷了。刚刚气象那边又是给了一波双打，也是稍微再拖了一下密码机的进度。是。不过还好，他可以给自己用一波暖雨嘛，哪怕倒地，也可以很快的爬起来。然后2个人同时进行破译的话，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但是他们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碰上密码机啊，对。而且因为他们这把是要冲这个3、4去的，所以可能还是得调动更多的资源过来。但是你没道具了，怎么保呢？只能出动画家的那幅画，但是画家那幅画吧，他又有兴奋。2只猫全部触发，选择先把画家打倒，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博弈后面那幅画的事了。只剩气象一个人在外面进行破译，50%的密码机，然后顺路的把这个画家给他摸起来。
哎，隔着板晕到了，这刀能扛吗？没有扛到，还是打到了前锋。那这里还要吃气球刀，但是因为密码机还是不够，是的，所以他也不太怕邮差。终于是把画家给他摸起来了，但齐彦这边是直接选择了切传送过去拦住你大门的密码机。非常的自信啊！这密码机85不太够，一个指引把猫拉回。那这一波齐彦要奔着4抓去了。 脸上就是一台大遗产，对，你外面把人挂在这个椅子上面，还能干扰你的遗产。对，如果那边远端是状态一调整，我知道你是2个人都在油罐附近的。是的，外面也没有道具。这个人，你要真来救的话，2个人一起摸满过来，一定会被拦截。就你2个人想打这台大遗产，对吧？你过来是一定会被起源给拦截到的，已经确定了。到2个人的位置了。那这波。 看一下，先逮谁？画家这幅画能不能起到一个翻盘的关键？因为现在已经确定几人是已经切过技能了。这幅画如果放得好的话，看能不能把人给保出去吧。是，但这个地方这个密码机可能有点不太好修啊。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他也可以先去管一下密码机，看你那边救不救嘛。 他就站在，我就一直卡在那里。对，你那边救不救的，我都可以继续追你这个邮差，把自己的传送拖好。开门战我就硬追他，然后再传门，还是有机会多抓。现在我觉得就是不要去碰画家那一头，你就逮着邮差追啊，对啊，逮着邮差追。 哪怕开门战传送下去要吃画，但你至少也是个平局嘛，对吧？你至少一看那边还没有在破译，先把邮差打残，外面气象也是再次新修了一台密码机。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感觉他已经是可以去挑选自己开门战想要去追击的目标了。是的，或者说你在开门战之前，因为外面已经开新密码机了，你如果说开门战之前先把磊磊的画给逼出来的话，那么也是没问题的。是的，现在3个人的状态都已经控过了。 不过这一波跳进了板里面去打这一刀，要去赶一下大门的这一台。是的，那这里穷者就准备2个人一起过来抢了，因为怕一个人在密码机边上是会被留住继续压遗产的，特别是画家他肯定是不能倒的。飞轮的，如果画家倒了的话，那穷者是没有道具来抢救的，能开吗？哎，是开了，但是活不了呀。是的，这一波开。 的以后，磊磊甚至是往监管脸上贴的，他没有第一时间往外跑。94的一台密码机要强开还是有点极限了，就你刀都插完了，然后你密码机开了，但你跑不开。对，那现在对起源来讲，看一下能不能排到卡在中场的那个求生者，或者说直接压到小门去也行，因为他毕竟没有耳鸣嘛，手上有传送，压到小门，把小门这个人处理完再传大门还是有机会。 一波指引，先躲一下狗，指引到了，非常的精准。你看椅子上现在还没下来，对吧？我现在把食指给挂上去以后，再慢慢的去传椅子，甚至传门都来得及。是的，因为2个的话其实也是在一块的，没办法，因为刚刚气象的话，其实它离的一个位置是在2板一窗附近，没错，都有点远。那你现在掏下来，我确定你人就是在大门的，我直接传送。大门哪个脚印贴了小门，我去追哪个脚印，这样的话保证至少是一个3。 OK， 找到了磊磊，但磊磊手上是还有一幅画的。现在就是气象点大门，然后磊磊找机会拖，迂回一圈，再绕回大门，看能不能走这个大门了。有点远，就是。是，就他也在迂回了呀。画放出来了，来一波倒车晕吗？我这的话，你这家伙，是的，钱最近是不是在考驾照啊？感觉这个科目练得挺好的。 倒车晕，然后再加倒车出了一刀。是的，因为他也是大概知道你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嘛。是，那最终也是在第3局的上半场，起源拿下了一把3抓。整个中场对吧？开局直接上外楼梯等着，看你开追我队友了，我再下来破译。对啊，就一点都不着急，只要你野人开局不要给机会就行了。嗯，但月亮门这个点不太好起追，其实。对，因为你月亮门你去中场的话，中场这个人他一定是在外楼梯等你的。是的，然后他还能直接一个高空视角给你爆。那如果说你要真要处理这个
外楼梯的人，你可能还得先放夹子，然后再从里面看一下，还是往中场走。这边沉默人也是直接上外楼梯了。兔子一鸣也是打算要追这个火灾了吗？还是要进大房？追了，这里的话可以先放夹。没错。放完夹之后再去跟你反绕。在楼上的话，其实也还有一个白纸，同时会架到2个人的走位，所以他得到上面的窗口去再放一个夹子。哎，不过好像跟沉默人拉近了一点身位，还好沉默人也是果断的补了一个气囊。这样的话，对于兔子一鸣来讲，终于是进入了一个追击节奏。前面这个钩子可能要用来赶路了。大密码机的话已经是掉了1台了。是，而且沉默人可以故技重施啊。前面可以考虑，哎呦，是先直接躲掉了，那拉的身位就更远了。给自己补上一个反弹以后，这个气囊可以留着下一波绕的时候再交。是的，这的话再翻一个窗，又拉开了一点身位。对，其实兔子一鸣刚才踩完那个板以后，应该原地下一个夹子的，不然的话这个大房会被再次利用起来。是。所以看一下这一波下来以后，沉默人已经没有气囊了。兔子一鸣也是想平地先拿一刀啊，把钩子留着，用来抵消有个气囊，对，再次利用抵消穷者的这个受伤加速。但是抵消了受伤加速，抵消不了这个气囊的位移。哎，一波反走，近的身位。对，沉默人是觉得他会跟在后面，但是兔子一鸣走了一波近路。那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是接近3台。其实这一波刚才弹完以后，他是可以考虑直接上楼的，但是选择往外面绕一圈的话，反而被反绕到了，比较亏。你上楼的话，他是一定反绕不了你的。就感觉兔子一鸣那边其实也是有防盗吧。现在密码机的话是差不多3台，主要还是前期其实逛的有点久。面先放了一个夹子，但是并没有尝试把人勾夹子上啊。这一波有个博震慑的机会，没博到。哎，白纸选择交一个风，也没有吹到啊！淘汰进度很极限了，还行。卡到半，极限卡了一波半。哎呦，打一个震慑。手椅上来讲，其实兔子一鸣并没有赚到特别多，就中规中矩的一个手椅。密码机也是接近4台了。是的，这台的话难，一会儿就可以补开了。这一台是91的大遗产，能忍吗？忍不了。真不能忍吧？这一脚下去。但是其实想多抓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就那一脚，你虽然说踹了，但是因为前面牵制的太好了，所以求生者还是有机会把这个密码机给拖够。是的。而且现在的话，他们手上一台解放出来，其实第4、第5台都有人在修。是的。只要换一个人过来帮就行了。我甚至野人就在这里修，对吧？也不慌，因为那边小说家他可以去救完人再保。你现在要回去吗？你不回去。这个人可以调整起来，但是你回去的话，我野人飞轮把夹子一顶，还是可以破1啊。这的话就看承载的发挥了。是的，砸头直接吸隐喻，那这里还可以帮忙扛钩。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很多了。没错，密码机基本上能拖到压好了，因为一个满状态的。小说家宝感觉很难突破，只帮你卡板就行了。是的，扛钩卡板，然后钩也不好出，多等一下骗了一刀，是。而且火灾调查员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反而是小说家没有回光返照，所以承载也得考虑赶紧走了。他现在密码机一好的话，其实承载那边已经跑了，都已经跑到圣诞树往前了。先放一个夹子，兔子一鸣看一下沉默人怎么喊开。是，兔子一鸣肯定会找机会把沉默人给勾倒的。那前面板子确实也没有了，先勾一下，继续续一下震荡，然后，但其实也是的，感觉给到了一点求生者的机会。哦，没有开，这边还在等。我还以为刚才求生者在考虑要不要开，但是其实给到了贴门机会了。对，
当时震了一下，我还以为有个加速，你知道吗？那个求生者在冲。那这里是肯定不能被一勾勾倒的。对，这个地方可不兴翻啊。对，哎，想勾回来夹子上，还真让他勾回来了。就沉默人他其实是想去贴木屋的那种长板或者说长窗来找机会交互开的。但兔子一鸣这边也没怎么给机会。那陈仔要过来帮忙了，想来一波换位砸头，看一下换位砸头完以后再开，应该是想这么操作。而且刚才如果早点操作的话，哎呦，但是勾得很准啊，直接勾了回来。刚才如果早点操作的话，其实兔子英明他的钩子是没好的。如果是早点换位操作的话，但是小门贴得非常快，门已经快开了，外面只放着一个野人，地窖就在大门。感觉野人那边其实也可以卡着走大门。是的，这个距离走小门感觉有点极限啊，感觉不太好走。应该是有机会。不过，哎，躲了一下，哎，直接拱进去，哎呦，最后还是出了一刀，也没办法了。这一波虽然说勾到了里面，但是他没有一个把野人给勾下猪的那么一个机会了。是的，那也是恭喜斗五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这一场其实对于斗五来讲，要么我就死追他，因为这个角色一旦放到外面稍微等一会儿，状态全满，而且他不单单是自己能补状态，他还能帮队友补状态，补得非常快。对。哎，这个点位会不会直接起这古董伤呢？可以考虑吧，因为医生他们选择中场的话，你也不好去针对的，肯定拉点了。因为我先去压古董伤，如果中场医生敢修，我就直接去追你中场的医生就可以了。我觉得喧嚣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太怕被扛刀嘛，因为他毕竟是。追肯定是先找这古董伤了，对吧？对他带兴奋了，他如果带兴奋不是追的话，太亏了。哎，要拐吗？应该不会。应该是把他架死在里面，对，不让他转点。是的。哎，上2楼是想压个身位骗到了，还真给他看不到自己的一个红光吗？哎呦，云门失误了。朱少天这一边上2个惊吓标记了，哇，佩佩熟练度太高了，他直接远程去拿到这一刀。话没讲完，直接就拿到刀了。那现在这个局势对于球员来说非常不妙啊，因为古董伤他接下来能怎么办呢？监管者兴奋。对的，他马上兴奋就好了嘛，只要我贴脸，你可能就被秒。对，等于是个白板。那现在的话，第2个惊吓标记没上到，但没有关系，距离拉近了，这个距离只能去先打一棍，现在直接开。他慢了，刚刚是双色碟，红跟白的碟。是可以直接把他给击倒的，而且是个恐惧震慑。但是犹豫了，他本来不想开，想了想还是开掉吧。对，但是喧嚣这个攻击前摇太久了，实在是加了个云门双色碟，哦哟，很熟练啊。这样的话也是开局1分钟直接将古董伤击倒。密码机现在上挂后加起来2台密码机。而且其实这一局的话，求生者这边没有几个回光返照，对吧？感觉求生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跑一个，相信己方的监管者嘛，所以回光返照带少一点点。那现在看大户怎么救了，靠化解没拖时间的一个思路了，直接摇表，那拦截是应该是拦不到的。重点对他拦截拦不到，且他还能拖时间，这是大副的特点。你还摊不了，不好摊双，因为他还有第2个怀。压力还是挺大的，这个救人。哎呦，有点亏了，绕场谢幕也交了，无伤救了，就想摊一刀大副就。半天摊不到，那双重惊喜稍微有一点点失误没有放好了。那现在古董伤也虽然说没有打到摊到大副啊，现在老师追倒古董伤，这局也是平解的。对，而且古董伤也没道具了嘛。对，白板。那看看这一波了，有空中飞人，这个位置有一个火板的说法。哎，那这样子倒了，要倒了。那现在把它挂了，密码机3台。是，其实感觉面对喧嚣的话，双弹的一个作用，相比于飞轮还是少一点。毕竟飞轮的话，它能够去消掉一层标记嘛。对，飞轮只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焰火舞台就可以了，就不要被沉默住。那现在看看是谁过来救啊？教授大副也在旁边。那现在选择一个贴脸手，那应该还是能无伤救啊。没问题，但是有鳞片摊一下，招鳞片没有挡掉，没挡到，有点亏了。这样再去直那现在。古董伤肯定是活不出这个化解唯一的，因为下波2个空中飞人有可能活得出吗？难，很难。我觉得其实他们这2波救人已经老角落吧，要不接受命运吧？我觉得还接受命运呢。是的。现在的密码机其实差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嘛。对，
就因为都开了圈，然后有医生补状态，所以说平局的面还是有的。对，不过这把好就好在大副无伤救了，不然密码就会再少50%。大副那波无伤救还是很关键的。是。啊，脸上这个位置想站出来做英雄啊，一花。看一下第2波节奏的衔接吧。对，有一个怀表，不太好。是的，大副的话还是比较难处理，而且就算莽到，还有差一点点。对的，没有追到。这一波是莽到了，监王者可以把他秒了，可惜没莽到。而且表还咬到了，那很尴尬。对，感觉只能换了。你不走，你追不了他；你走的话，那只能等。如果你要追他，只能等。对，等密码机就够了。是的。那除非接下来一口气5个球全给他打上了。因为大空地还是有一定机会的，但是我觉得只要他不倒地下室，毕竟他耐做嘛，密码机是肯定够了。所以监王者下一波把他击倒之后，应该会交传送、底牌切去打控场。是的，这样的话也是顺利将大副击倒，那密码机还剩最后1台。这半场应该是没有密码机的，这半场哦有1台啊，那他也不好控了，因为一旦救下来之后能立刻秒抢密码。狒狒要不要直接传吧？对他如果传，主要是脸上有台密码机，他一传这密码机就能秒点，很亏啊。这个位置对监王来说是巨难受的，如果没有密码机，我相信他一定会传。没错，现在监王者还是比较着急的。对，因为他是打手里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教授鳞片会被烫住，被沉默住，交不出来。看一下，先拿到1刀，再上球，有空中飞人直接跳过来，但是他有受击加速，这个位置感觉哇，被预判了。好秀啊，龙！大龙，他这么太关键，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正常来讲，这波就是救不下来的。对，如果被击倒的话，就是一个4抓局，但是他扛住了。最起码有跑1个的面了，因为监王者已经底牌切闪了，而且监王者也没有携带挽留。对，那这边看看能不能大副浑水摸鱼过来把人摸了。是的，大副就在旁边。但是你像喧嚣也不可能不管这个门，他给压力，2个人一勾一救，很稍微位置让一点点，就无伤救，救上来之后距离能拉远，是的，也击倒不了医生。主要是喧嚣的话，你毕竟没有办法直接出伤害嘛。对，没错。所以说很尴尬。是的。那现在空中飞人压过去，想要去击倒医生，医生还有个飞轮，感觉越到开门战，求生者的优势会越大。对，他们对，只要把门点开，甚至于说有一个多跑的面。是的，说监王者现在的想法就一定，狒狒就一定得要考虑谁点门把谁击倒，锁定1个人先深追吧。对，没错，如果能秒最好的，只差一个干冰舞台了，躲了一下，一花。哎呀，一花太聪明，好聪明啊！太聪明了，没办法。是的，他就卡在脚里面。一花他太老练了，你必须要去等下一波技能的回转。这位选手太老练了。是的，我知道你双重惊喜交了，我知道你的绕场谢幕交了，我直接倒角落。对的，那门肯定就能开了呀。这波你挂不挂？真的处理了很久，这个位置太秀了。天哪！那另外一边的门也是点开，这样应该是达成一个平局。我觉得这把大副很关键啊，这个倒地速度，说实话，求生者平局真的就是很关键。大副这一点，首先他无伤救是打个3也不是不行啊。如果是 B4 局，我觉得他毫无疑问去带时长。B4 的话呢，肯定要时长，对，这个就不考虑了。看一看他到底选择怎么样，因为这个阵容破译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相对来说啊。是，我觉得其实带一个闪现去在自己的笼子里面去，尤其是追魔术的时候，对吧？你刚好他可能有个魔术棒，我一个闪现过去，他就倒了。对，没错。这个位置，祭司相对来讲会安全一点，距离比较远了。来了，去压中场。中场是谁啊？他要去直接追吗？不追，想找祭司了。确实，因为他这样大概能知道祭司肯定是摸独动脉的这台密码机。主要是压中场守墓人，他怎么办呢？那看看神坠了。接下来神坠这个位置重要，他想狗狗碎碎的往上面跳。都是独动的一个起追，稍微晃了一点身位，意识到，而且看到脚印了。那这个位置要吃刀了呀！就一个围龙过去，看一下打不了。说他提前打了。是的，还是钻了过去。对，提前打了洞啊，这个哇！而且刚好出了这个围龙。对他这个洞打得很讲究，监王者想把它封住了，想以一个封闭黑龙的形式骗一下再钻。哇，这反应！这波还是能拿到刀，还行，其实对监王来说能接受啊。这个笼子刚好是在那个建筑物里面，对，钻不到，正好有一个容错。那现在祭司骗到了，是的，想要反绕一下，开了呀。但我觉得东玄应该是还是能意识到他的位置的。对，没错。神坠这里比较危险。
打洞，那我先跟抓，下一波维龙倒了，这波维龙这个要牵制，笼子应也要看该飞轮的，是要倒。一般是活不了。哎，骗走位回头盖板，假装往后面退，实则往前面盖，神这好细啊！这个博博弈学到了呀。单向贴墙，围龙，围龙把过来，它锁到里面，漂亮。但是也行，能接受啊。角落啊，我挂人，我等于我多牵制10秒钟啊。金是将近3台，而且你这里市场不好交，密码机有点远的。红蝶湖那台是能踹不了，那台亮了那台。对，主要是你现在往中场挂，我可能还要亮一台。主要是李宝那台密码机是亮不了，偏少守护人嘛。那这样的话，一个围龙过去必须得给他踢掉。他不踹更亏啊。对，围龙一定要踹一脚，漂亮。回来拆围龙。但这个救人速度也是。因为对面预判到了嘛，知道你是带市场，刚好就过来掏了。对，那看看能不能稍微保他活出这个跨线位时间，转过来的拆围龙打到末世也行，挺赚的。我觉得姜望者可以赚啊，再一个月楼打落地刀，那这样的话祭司他也活不了，双倒了，就看这个飞轮了，熟练度有点夸张了，东玄，太恐怖了。是的，骗一下把你洞骗出来，现在你在空地上，看这个笼子怎么说。这波飞轮，哎呦，他想着以为姜望者骗他飞轮，所以他不交。是他其实是深层博弈，但是东玄这边没想那么多。对，你交飞轮也是倒呀，因为你钻过去之后，我跟着钻你也钻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对姜望来说无所谓的。而且这样的话，2个人倒在一个位置，那会导致这把全程少一个人秀机了。对，外面只有1个人在破译密码机，密码机现在差2台，对，差太多了。交铲子，但是我是可以选择去打祭司一个针对的。看看姜望者这边怎么说。有愿力也无所谓的，有愿力出来围龙，来，甚至想跟你博弈。打针对，飞轮出来，完了这边车来了，没事，解个擦。没关系，也还行，助人为乐的电车哥。对，虽然晕得更久，虽然晕得更久，但是也能接受。如果是出刀之前被撞了，那完蛋了，大洞一接走了，当着面打大洞没有办法，反制不了。对，不过还好，因为你这一刀是打到祭司身上，对吧？你要是打到别人身上都是亏的。对。这样上挂飞掉之后是一个3台半的一个密码机。那现在看谁要扛压了，感觉顺便又来一脚的模式出来，那就还差2台整的。哎呦，淘汰1人，密码机还差2台整，这2台密码机他们不好补了，而且很难。2阶之后这个愿力回复速度也很快，现在等于是一个全新状态的跛脚羊，已经满愿力了，下波见面谁能溜了？那只能姜望者自己失误，或者说魔术师吧，只有他能够去扛下压力了。对，但是话是如此啊，那姜望者不找他怎么办呢？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人都没找到，现在只有1个敢出的双围龙，套到了，锁到了，怡宝这个位置有点坏呀。他想吃一刀之后留个铲，可能是啊。那现在9米围龙受不了了，哎呦，正好挡掉了，要把围龙拆掉距离有点远，但姜望者下波愿力也差不少。差个10点，是的。不过守门人的位置还是比较差的，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点位可以进。到了，没有意外的话，围龙封住，但但是有车，我怎么感觉是故意的呀？但是我感觉这个车，不对哦，它双撞呀。没事，围龙要掉了，围龙要掉了，赚了，姜望者亏了，求者赚了，求者赚，你撞我也撞。主要是你把笼子给放了，对你没放笼子的话就差不多了。你钻过来，我钻过去这边。博密码机现在差的不多了，能挂。旁边是地下室吗？旁边不是，地下室在墓碑的区域。现在的话，那现在压好，然后一个队友来猫过来救，选择让。因为木偶师那边没有回光返照嘛，也半状态。要直接给他牵到遗产机这里来。主要是这边他最好是要亮的，但问题是他是半状态。有点怕我交笼子过去管这个密码机踹一脚怎么办呢？踹掉了。哎呦，但是这事情好像不对劲了。这波我个人觉得他主要是没有回光返照，不然他肯定会先亮他这边的密码机的。而且主要是另外一边的队友没有赶过来，他这里处理太远了。再交一个有一刀的机会，魔术棒钻过来。那现在魔术师要拖一个队友自愈，对，拖队友自愈，这边钻过去能救吗？给一刀，可以救了，而且吃的是一个0.5，对，0.5的伤害，这边可能要挂末世的，把他挂到灭者在附近，求生者这边的密码机也没有得补，很难受，肩筒手了。现在比较怕拖，因为越拖危险越大。对，
还是想摸一下密码，差太多了，差20怎么样呢？平地追他一刀，救不救？还失误了，这样把人掏下来，两个人都很危险。看一下这一个跃龙围龙，那莫师道具被逼出来想找魔术。那接下来这个魔师得要小心点了，拆掉。是的，魔师马上就掉了，路易。有2个围龙，有一个围龙在打，反应很快。是的，但是问题来了，还有一个围龙转过来，见招拆招啊！这一波博弈的非常好，另外一边起了新的密码机了，但是才20多，还在搏这2个人。哇，求生者好秀，3个人搁这斗地主呢。打了多久啊？打了20秒，在这里拼刺刀拼了30秒。但是我觉得对于求生者道具消耗是很致命的，全消耗完，没有道具了。对，全消耗完了。那莫师还没有回光返照。倒地，这样密码机另外一边肯定压不好，现在还是一个监管的大优局。是的，守墓人还在修。是。那另外一边摸道具摸了个什么？摸了个护轴。哎，那还有说法。哎，这个护轴可以很灵性的操作一下。是的。但是问题来了，监管者肯定不给你这个时间，外面密码机已经70了。但是东玄有信息差，他不知道你有道具，手上有个护，只能说我知道你摸箱子。对，但是这里完了，没贴墙，弹不出来啊，没办法呀。是的。那现在不行了。这样的话应该是锁定胜局了。锁定胜局了，我先把人挂了嘛，我顺便底牌人切呢。你这个亮不亮嘛？我传送落地。那守墓人一个人套住4抓，7比2了。没有办法。后撤围龙，掌控的太好了，对于这个局势的把控。太强了，拿下了一个4抓，在我们的第1局的下半场，那么是直接给到了一个7比2的大比分。在我们 BO3的第1局里面呢，朱雀是拿下的了，主场且拿下一个7比2。那接下来看看 T 能阵容，他就是落地，他只能拿入殓师的刀，其他人都是能溜起来。是优先级感觉不高，对吧？对，优先级不太高。那入殓师选的位置得注意一下了，就不要开局被落散就行了。我觉得开局不修嘛。伞现在他的一个技能组确实搭配还是比较有说法。那像我也随便找你啊。对，其实我觉得入殓师还不如在鬼屋里，这样的话我可以有一个高低差，或者起点站啊，我可以坐车呀，你落伞我坐车呀，对不对？确实感觉桥上的话可能更危险一点。桥上，哇，直接动鬼屋吗？选择找神坠，存在感。哦，存在感。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这鬼屋里的这个调香师还是有点太权威了呀，有点厉害。他哪怕半状态，他跳鬼屋你也很难受。这边应该是预判到他了，但是因为有膝跳反射走远了，而且没看到，主要是这个假伞没有透到。对，没透到，他透到的话就过去了，耳鸣都丢了，很难受。这样的话应该是不要再追他了。是的，这时候4黑会疯狂爆点，捏散了，会疯狂爆，点灯点到了，存在感来了。张狂宝宝调音师可是拿吧这刀，他觉得有减速，还真有机会破箱。续刀说法，哎呦，差一点清刀，哎呦，打到了，很敢过。因为现在速闪它的一个小黑的前摇真的是前后摇都很短。对，没错。那现在调音师这边很难受啊，感觉要被闪现直接带走了，骗一下。但是身具还是拉不开啊，不开还是得要吃闪，吃闪是最好的了已经。这个位置点个闪不点，再骗他回箱，骗到了。哎，这样的话感觉调师这个位置可能我都闪了，不过也可以闪，对，也算是拖久了，毕竟他理论上应该倒得更早。是的，结果想省闪现多拖了20秒给他。调师的话也是没有带飞轮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预判。那密码机上挂后的2台半多，那看看怎么救了。这个位置，猫主要是没有化险为夷，还是得队友过来吧。小鱼这里贴过来已经被看到了，小心打双倒。先打一刀。速闪要打双倒，他除非省道具，不然有点难。是他这个道具必须得弹，不弹的话我一个摇铃就倒了。不弹就摇铃双倒了。看再能不能再拿存在啊！这边给了他个入殓师的灵柩，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很好，没什么效果，因为你打伞的话没什么用。他跑过来原来是为了看这一眼，那他这个密码机本身就慢一些。只能说是我这一波可以少一个人去救，然后开一个化险为夷。对，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没有化险为夷了，因为第2个化险为夷在调音师身上。对，所以我就让灵柩去给出这个化险为夷就可以了。但这样的话也是会意味着入殓师他自己会没有道具。对，那灵柩消耗掉了嘛，毕竟多消耗个道具成本还是有的。
只是下一波本身就没有人能救，所以也无所谓了。这个位置还是在板区里的，看能不能进个板。盖板，哎，吸到了，吸到了，那倒了。这个距离，往对面倒吧，远离队友。队友在这半场比较。这个化险为夷太短了，应该是马上就倒了。对，但尽可能倒远一点点，多拖点挂人的时间吧，把1秒1分都给争取住。现在的话还是一个4台半的一个节奏。对，对于东学来讲，他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控场的一个说法。2阶他落伞，如果能落到，还是有刀的，还是有机会的。看一下求生者他们怎么样去运营吧。估计不着急先清板，看密码机摇晃，就捏着猪形不长就行了。这波其实最好的目标是肯定是找到这个入殓师。对的，就白板，这击倒速度会非常快。白板加他没有回又丢了，哎，我是知道位置的，喜欢直接贴到脸上。对，耳鸣双闪了嘛，双闪耳鸣是能判断位置的。落这一刀，落地刀完了，那可以直接接个摇铃，摇个铃，好飞轮顶掉，骗出来了已经。那这个位置还是有倒地机会，哇，加地下室，密码机不够，完了。多抓点来了，没回。重点是这个入殓师还没红光返照，我下波救下来压好密码机也没用。只要我的刀落在入殓师身上，你这把游戏怎么都平不了。对，搞不好开门战监管有闪现，还能利用一下，想打气势刀，卡了一下模型。刀，但密码机现在进度还是差很多，甚至东玄有一个往外拦的说法。对，病患要拦住，只要找到了，那还是有点。他有闪有摇铃，对吧？其实压力还是很大。对，压力很大的。还好就是鬼屋，就是帐篷这个地形能够去卡一些视野。是的，来了，这个钩子得交了，不好交吧？这个位置怕吃落地刀呀。这个位置要吃落地刀的，他家飞得很好。哎，还好，还行，他飞上去了，他故意骗他下去的。我在上面。是的，很细。哎，叫闪现落地刀，打个病患，密码机亮不了，99，自抓了，要4抓了。是的，就这个点位是个经典的这个没有 A 闪，没有落地空间，我手动创造嘛。是的。这样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去精准锁到佣兵的位置，毕竟他现在是一个满状态带道具。是的，续闪 A 地堡斩，最后的火种了，佣兵，他这把必须要得走一个呀。一个吸魂贴过去难了，这个没道具一个白板，苏散之人就喜欢白板。主要是他把这个护腕也给用掉了。对，卡住这个位置，他也没有什么。有个续刀的说法，哇，中了4抓。小白他的一个传伞带前摇的又快又长的刀，又快又长的刀。对，他本身他这个小白的刀是慢，对，但是有个 buff， 是的，完美的把他这个弱点给顶掉了。这样再刷点牵制分，速闪4抓，点个灯，给观众朋友点个灯，太帅了。双形态，是的，双形态4抓速闪之魂，还是割据了，相信强度了，没办法，现在你往下面排，那就到割据了嘛，强度的话，那不考虑最后前往下第3手，那割据的优先级就摆在这儿嘛，没错，而且割据也是一个能4的角色，只是这个版本它没那么好4了，太熟练了，求生者知道该怎么跟你搏了，监管者这边选择右下角，右下角这个位置，那追木偶师了，火灾木偶师了。哎，我觉得追还是火灾吧。我觉得火灾这个木偶师他能上车呀，主要是他又能溜又能上车，太难啃了。哦，追木偶师了，带着时长追木偶师啊，那他想踹谁的密码机？他这个起点坐车加上他自己的一个道具，看一下他怎么处理吧。他想踹火灾的密码机啊，贴脸。那我很快直接木压，然后坐车。那哎，我不开了哦，开了，他没有看，没有仔细看，怕。那这样子第2道会非常快啊。也还好，因为他左右的话都有窗户可以去接，选择从左边走下来。那现在要倒喽，这个位置能踹那个火灾的密码机，是他能踹。其实我觉得从车上去右边翻窗，然后找一个滑梯。诶，他以为在后面，哇，没看到气囊，而且这边气囊顶住，能上2楼，再上一波车。对，这波考虑换人吗？主要你还带的是一个失常，这里好像有点。这个位置敢翻吗？交道具可以翻，翻硬翻没问题，有个回速。诶，他不想要坐车，也可以。这边板子多嘛，你必须要踩2块板。对，而且监管者上帝视角嘛，他不是带闪的嘛。是的。单板博弈如果能博到，但是鬼屋那台密码机，这个位置不行了，要倒了。哎呦，小失误再翻，再博，而且还能翻。
哎呦，大龙这波博还是博得好的，但是这个密码机可以刷呀，有点讨厌的呀。那求生者先贴过来了，防他失常了。是的。军少天这边来的也太快了吧！军少天，马奇我觉得不能踢，我也得踢啊。只能踢啊！他这把要4抓，必须要踢。他踢了回速杯，另外一边能秒扯下来吗？哎，他没有防，他是失常。是的。那好亏啊！节奏还是比较舒服的，2台，而且能够去没有化险为夷嘛。依旧2台密码机，好头疼。不过没有化险为夷，能多拖一会儿，还在搏。而且大龙这边还有一层路易可以交，来摇一下。那就往角落走吧，拖点时间。哎，不对，队友怎么在这儿呢？这个位置，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就2台面，就让飞家来救吧。但这样子佣兵他没过来，没有化险为夷。这一局我觉得是很有说法了呀。他可能是飞行家有个化险为夷，飞行家确实有个化险为夷嘛。起点这边是目前3连密码机都没怎么修的。对。不过鬼版那个能修完，摁修嘛。等一下开个化险为夷之后摁修，然后末世倒角落。是的，这把的话，佩佩还是有说法的。对，有的。3队这个圈是必须要得开出来的。给刀，开圈之后呢，往外面走。摊。对，然后那个飞行家直接修密码机，然后他倒桥上，尽可能的让3台密码机都远离。但你看这边起点的2个人，他们的压力都很大。对，2个搬状态。他们还不能补状态，这个密码机这辈子都不够了。是的，他只能说，我甚至觉得这个市场可以不再考虑，直接去切踢，对吧？直接传。对，没错，落地玩不了的。对，就是打一个速追。提前走吧，我觉得飞行家这个位置也尴尬呀，这走不掉停。但是你不摇这个密码机的话，那我控住了呀，这3连。是的，那这边不想着去追飞行家，过来找火灾，直到火灾往外面走了，看到脚印，这时候军少天屌站起来了。军少天很重要，只有1个技能了，位置能往对角线去拉。是的，但是这边能不能去吃一下小短板？那这个短板压力很大，在变到了，哇，好快呀！球人都好高啊，佩佩这个格局。而且这个底牌还在手上，但佣兵还能救人，佣兵的密码技能亮了之后过来救人，看他敢不敢摊。他可以处理那个修机的人，传送落地，对，我让你救嘛，我谁修机我处理谁。是的，没错，还能骗你一个回光返照啊，骗你一个化险为夷。那现在有说法了，飞行家压力好大，哎呦，这个悬停失误重要，这个大失误，这个超大失误了，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的。而且他要压遗产，加上那边2个人的位置是被锁的。对，没错。他选择直接卖掉2个队友去走地窖，也可以。好果断。好聪明啊，一花这波。确实，既然我都救不活，那我就不救了。对了，既然你们都躺下了，那我为什么要救你们呢？确实，佩佩这一波挂人稍微有一点急。他可能是，他应该他默认等一下，兵能救，但是默认你要救。他没有发现这个人还没下来，那现在有点怪了。3个步骤一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佣兵躲地窖的前面也说过，一花这位选手存在感比较低，而且他满状态3换，他玩冒险家的，现在能不能找到啊？说实话，丢了。这个位置刚好佩佩从你的全世界刚耳鸣丢了，他人能在哪儿呢？交个回速吧。他耳鸣不是丢了吗？还能往反方向走的，佩佩。这真要走一个了，有点一去不复返了。真一去不复返了，他可能觉得地窖在这儿，但是地窖并不在这儿。渐行渐远啊！不是耳鸣在帐篷丢了，他可能觉得没看到吗？他当时应该是觉得你可能已经过桥了，往外面走了，是一个极限距离的耳鸣，但是没有想到其实人就躲在里面。哇，这一波朱雀不救人太惨，他这个太灵性了，太聪明了，故意不救，对，就是让你去把这个人给挂上。那么也是恭喜朱雀，2比0，2局净胜啊！对的，比赛的胜利啊！是的。对，但是跛脚羊的话，你看真十9这边选择跛脚羊打调香师就有一个列出了。如果说我双龙，按理说双龙是能破香，但如果我双龙破不了香的话，那后边打调香师那就是太折磨了。所以说，即使是跛脚羊的话，还是要看双香式结束之后你还走不出去这个笼子，还是说我这个双龙放的是7扭8歪的，是吧？我可能没用香水，从光凭地形就给你规避掉了。然后我这边你又是个没愿力的状态，我还是满状态满道具。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这边直接是放弃去双龙破箱了啊，直接往中场方向走，看看想去追击谁。那这样一种结果的话，无论你是追飞行家还是追魔术师，对于求生者来讲都并不是很怕了啊。而且前面其实果冻这边是露了，对，他是露出来自己的一个视野了，所以说这边也是一个龙就贴到脸上。不过果冻这边也是非常谨慎啊，把大喷给交了。但这样的话，前面一个龙子平地要拿到第1刀了。对。下一个龙子好之前，飞行家的这个技能是先好的。对，但是飞轮的话，其实还要再等个10来秒钟啊。对，但这边愿力也不是很够了，还是得等。看一下下一个龙子和飞轮的一个博弈，龙子飞轮加上他的一个喷气背包，有点被反绕到了。哦，跟过来，这是单人尖了吗？给到1刀，一刀，这样的话也是开启拿到了半刀吧，算是。是。好，前面的话再得等一波愿力。那关键就在于你上一个龙子并没有逼出小果冻的任何东西啊。对，他飞轮现在也是好的状态，所以交闪，交闪了。就留着下一次用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逼出小果冻的飞轮和他的喷气背包，那这样既然救下来的话，其实还是可以2-6的。对，就只要是正常你是交龙来去追击的话，它还是有牵制空间。对，因为它闪现已经交过了嘛，追求一个快速击倒，也是弥补刚才第2个龙子的一个小失误吧。大副过来摇表救了。对，没有排到小明来的位置，因为飞行家一倒地，小明就直接过来了。摸一下椅子，蓄力刀，哦呦，真真9的方向很坚定啊。那这边确实是打出了这个小花简微的一个效果。大副这边有一个接近无伤救，走过来看看果冻这边的博弈，这一波的话，哇，正好钻的位置不一样，正好在给过来又松手了。是，哇，这个还好是龙子结束了，因为这边是一个破轮啊，要龙子还再坚持个半秒钟的话就倒了。不过手里博弈还是果冻这边占优啊，因为他手里还有道具可以去交。直接交道具了，看一下，看这个龙子能不能活一下。哦，去哪儿了？都没看见啊！对，真人9后面啊，这一波其实已经是牵制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已经不错了。这一波2-6还是挺成功的，而且飞行家的话还有一个喷气背包，可以3-6。对他只要后面90秒以后还存活的话，还有个飞轮呢。对，看一下田阳石这边已经是比较谨慎啊，提前贴过来了。得早点贴，因为这把的话，你看到真真他是带了通缉的。如果说你距离比较远还被通缉到的话，这个人基本上就救不了了。来一个双龙。哦，你看这边很聪明，小蝶这边你双龙的话，我就玩板子了，我就不光用道具去牵制了。这样想去飞轮躲刀，但是没躲掉这一刀，正常把人救下来。要帮忙但这个后跑一下吗？正好在这个椅子的旁边啊，没有打到。哦呦，这有点卡到那个笼子柱子上了啊。是。那这样的话，飞行家本来调阳石和飞行家应该是想保一保的，然后拖最后一台密码机。那既然如此的话，就算了啊，准备摸道具，然后去保平打。那看一下的话，其实这把场上只有调香他是没有魂光返照的，其他2位都是有。而且小明那边是摸了一个护腕，看一下要不要给到调香这边，2个人是有点要汇合的意思。对，但是通缉到了大副啊，最后一眼。过来这边道具应该护腕是已经放在了一个地方。对，这边直接一个后撤双龙，贴到脸上。不过这里是3龙过来逼迫大副一个表，然后直接是底牌交传送。487的魔术师，这是最后一台密码机。他们刚刚还没有时间去多修。487对刀器的把握还是很好的。那这边手里还有魔术棒。好，跟钻，但是有点晕。再钻，这个笼子要消了。哦，吃到了1/4的一刀。那看到对面小迪也是在新起一台，主要看一下这边487能够坚持多久啊？毕竟密码机现在还是有点不太够的。感觉487这边应该能坚持一会儿的。手里还有魔术棒，还有飞轮。对，而且愿力现在有点续不上了，马上攒到40，可以再放一个笼子，但这个点的话还得先玩一下板子吧。直接交龙吗？直接交龙的话，人在笼子中心的位置，直接跟过来。有一会儿的机会，这里有一个魔术棒放了，不太清楚本体的位置。是，它是一个原地的反走啊，没有马上钻龙，所以说跛脚员这边也不清楚。对，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听声辨位。来看一下这边后撤龙，哇，非常精准，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说487想省这个飞轮啊。这边是直接击倒了，小明也是贴过来了，而且487这边应该要接到一会儿小明给他运的这个道具了。
看一下这边真真也是等一等自己的一个愿力增长，因为刚刚确实在追击魔术上耗费了很多嘛。对。然后也是拖一下自己的一个技能。是的，这样开门战争取秒掉一个，而且如果能秒掉小明或者斯巴基其中之一的话，还能压住这个门。是。而且压的是角落那台密码机，小门那边的话呢，也很难去第一时间贴到。对，还是需要求生在开门战多存活一点时间才可以啊。这边往集装箱的附近挂，也是为了让大门也离得远一点。就两个门的话，你都别想很快贴到。对，真的很聪明啊，这一波处理。而且愿力也满了。应该是要把护腕给到魔术的话，在牵制上会比较有用。对，给到要正常救。看一下斯巴基过来捡了。捡到，击倒。以后的话，手里还有个护腕和飞轮。那这波斯巴七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手里现在愿力很足。是，我这边进到板规避了这个笼子了，一个护腕弹进笼。但是本来想钻一个，结果钻了俩，有点错失良机，但是没有关系，还是击倒了斯巴七。而且问题也确实是像求生者那边没有那么快的时间去贴门，虽然说这波斯巴七已经撑了一段时间了。是，斯巴七这边就是这个飞轮还没交出来，如果飞轮交出来的话，可能能撑更久的时间啊。看一下真真这边直接传送逮到了这边的小蝶，因为本身没有红光返照，也是这个半状态。回过来，手里有飞轮，哎呦，被骗出来了。骗的话就击倒，坚持不了。那另外一侧的话，门是选择先点的，那这一局应该是一个3抓了。对，应该是救不到。因为确实感觉真真他一开始往集装箱那边挂，你后面再倒直接挂到水桶的话，对于求生来讲很难顾及到我又要点门又要救人。是的啊，真的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的后期运营能力要比有机械师的局要强。如果我入殓师能够在后边还存活的话，他的运营能力是要更强的，他不需要人来救。这个点一直能入殓他怎样去看到队友的一个效率会比较高。对，因为前期挨得会比较近。对，但是目前来说，要是进入比赛画面的话，还是先顾自己。对，先顾自己，再管他人。对，这个好的，直接是往易森的没有往中场方向走，找一下新燕的入殓师。入殓那边是看到他是直接上了外侧2楼了。对，入殓的话进大房，然后灵柩放在2楼，这样的话宠爱从底下再去逼迫一下金闪闪的位置。是，感觉的话是要直接进行追击了。这个魔术棒交的很早啊，但是成功规避了伤害。过来，哎呀，走上楼了，那这个笼子消失了，度过了第一波危机，而且的话魔术棒的 CD 又好了。这里没有选择交魔术棒。这个我觉得可以交的呀，交的话也并不一定会被猜到往左进双板还是往右进大房板呀。就感觉刚刚的一个时机还是给他有这样的时间的。对，可能是觉得那刀打不到啊，刀气里觉得他会先进先钻龙。是，那这样的话就很难活了。对，那这个局面的话，就是金闪闪这边第2个魔术棒，导致整体节奏衔接不上。就对于他来讲，后面的一个牵制没有一开始满状态那么舒服。对，就是其实你有时候在不该吃刀的地方吃刀，它对于整个的牵制节奏影响是很大的。它并不是1刀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你吃2刀的问题。失常踹到的是80的密码机，直接是变成了20。这局有点危险啊，求生者。对，这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入殓师他并不能补足队友秒倒的这个破差的密码机，但机械师可以。愣了一下。他是想再晚点救啊，不过这样就是稍微损耗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对，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能半状态，而不是说你救下来之后套化险为夷，我变不了路易，我就吃1刀1/4状态，是吧？这个也是有说法的。那看一下，我觉得金闪闪他刚刚没有打算要去牵制的一个想法，还是说尽量拉远一点？拉远一点，然后留着魔术棒，下一波救的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溜一下。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地方还有个地下室。对，要是挂到地下室里，这个人应该就不救了。对，这就没有那应该是魔术棒要传承了，看来这意思是。那这传承的地方有点难捡啊，在地下室里。世上无难事啊。对。直接来了吗？11觉得不行。11想了想，不能让你传承，还是让你自己用出来。是的。对，直接贴过来了。真正的魔术棒还是要交给不会震慑的人。那怎么说？这边尽量多拖一点时间啊。对，那其实确实下来的话，也把这个时间给拖够了。正常把人救下来，
摇个表。第3段还摇到了，是的，让自己这边的一个状态。给到一刀，然后拆笼子，这边往回走了，是吧？大副应该往回走了。是的，就让魔术这边帮他把这个路给打通了。然后这边稍微观察了一下11，没错，你看魔术棒用出来了，用出来了，一个加速就跑远，保证了队友不会被打伤到。对对对，这波也是有意为之的。是的，这样的话能够让宠爱不敢再说摊一摊地下室的人，这样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金闪闪给跟丢了。对，因为有一个加速加一个窗弹加速，真的还是挺恐怖的。看一下这一波，其实我觉得对于球商来讲是节奏被打回来了很多的，就这个地下室反而是让宠爱这边比较限制到了大房的一个位置。对，缓了一口气，现在入殓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这假如是个满状态的其他人啊，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入殓师的话，可以给外围的队友争取起心机，或者说去调整状态的时间，因为第一波救援是不需要人来出动的。就外面2个队友说，你就算倒了，我们也是先修。看这个笼子能不能耗过去？哎呀，差一点点。而且他是把灵柩的位置给挪到了脸上的一个。哎，反正这台密码机也要不了了嘛，对，就在这边玩嘛，对吧？你过来找我，肯定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我脸上这台密码机。反正你挂了的话，你要么就马上接着处理反生的，对啊，要么你去别处，我也是能马上修到这台密码机。是的，这波反生的选择是很好的。这波宠爱应该还是要正常挂的，还要正挂的。不挂的话，你灵柩都消耗不了啊。那这样灵柩开门战还有啊？哎，想用怨，哎，这个就是没事儿，双龙先建造哪个不重要是吧？只要造好了就可以，只要能达到赶路的一个效果。看一下这一台密码机是能开的，对，能开的。对，那这样开门战的话，心燕她还有灵柩啊。而且反而的话，对于宠爱来讲，他现在是没什么愿力的。是，下板要直接开了，这时候。对，直接开了。那手里刚刚市场也用过，求生者知道你是没有技能的，很难受。现在木偶师还能扛一刀，关键是，主要是手里愿力只够放1个笼子。是，这波没有办法击倒的话，你还要再等。那边门的话已经1半的进度了。没错，就是不知道这个技能才马上3秒钟的时间，但是底牌还没切啊。博弈还没博到，还没博到。但伊森这边很稳，门子已经开掉了。终于击倒了，但是。那边2个人已经出门了，是。那这样的话，这一局 ACT 保数是吧？我比如说我队友有空军，我打一个战术，他这个闪现必空，然后我就会后悔为什么不喝酒。不喝断的。病患可以说还是靠博弈。对他比较需要说，我第一个局靠这种板窗地形给你断掉之后，我再交道具去到破船。对。就感觉他其实还是要去破船会比较好。好，来看看第一个幸运儿是谁啊？先来中场这边捡一捡道具啊，补充一下封闭零件，看一下前方这边应该也是会给到队友一些爆点。星夜那边娃娃是已经放在了1楼啊，已经是人娃分。的话，他是没有张狂的小丑啊。他是封窗加底牌啊，直接追11吗？我觉得是假象，假象吧，就是先举一下嘛。对，主要是带了一手封窗啊，其实很多的一些板窗点会被宠爱这边给破掉的。这边没有选择往窗口走，但是宠爱还是得封一下窗。防止你回来。直接交具了，然后这边伊森也没犹豫，直接交了自己的钩爪。对，但前面这个板的话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板的，但是也不好说怎么博弈这一块。飞轮顶掉，那手里直接交钩。赶紧拉走一个安全身位，而且的话没有张狂，这后边这无限距就不能空了呀！要空了的话，技能都开不出来。这边还有一个博弈点，就是这个板啊！哎，坏了，坏了！宠爱是直接在板子里就把这个头给冒出来了。啊，因为盖小丑嘛，其实他还是要盖屁股的。就是头的话，因为这个很多牵制小丑就会吃到这个亏。你觉得他在板子里，但其实人家是往前探了个头，对，他是按他直起身来的一个。你要以他的屁股为基准。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一次看一下屁股在哪啊。好，那这边的话已经是个无伤救了，这边有一个飞轮，但是没有顶掉这波的一个巨子伤害。但是如果这时候选择换追的话，那星焰球伤其实是翻不过去了。对，但是我感觉球伤是可以接受，因为本身机械倒了的话，你外面还是有娃娃在替他修。对。而且你刚刚是个无伤救嘛，所以说前锋得撤了。他可以稍微给点。这边直接牵了，但是前锋没有选择撞。那要不要来绕路撞一下呢？
挂到2楼的话就不太那算了，好撞，那就这样吧，对对，是吧？毕竟卡着吧相当于你现在才击到第1个人嘛。是，然后没什么密码机可怕的已经是3台多了。对，11这边想了想，我这个状态只要别掉就行，因对为这一局的话我没有心理学家这样的角色，我掉了还得把飞行家再派过来救援。外边机械师上蚁的话也能接受，因为外面他的娃娃也可以再修嘛。主要现在状态比较重要，因为病患那边没人补，所以说现在拉球上去。啊，11这边哇，一个回旋拉球，又能保一个无伤救。是的，虽然说没有化险为夷，但是机械师反而是活了。对，青道那边看一下能不能进海边这里啊，还要一直提防一下前锋。这里回头去了一下前锋。前锋其实他是想撞屁股，你知道吧？把这个锯给打断。但是的话呢，宠爱这边想了想，不行。你跟在我后面，对吧？是吧？就是怕你给我来一下。哦哟，其实反应挺快的了，新燕。但主要你本身交互比较羸弱。对。而且身距比较近。但这里11还是得拖一点时间啊。看一下最后一台密码机是娃娃的，有飞轮被骗掉了，骗了。前锋倒，新燕这边上挂，而且新燕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一局可能是有一个伏笔在。我看一下这边，其实宠爱他也没有带挽留，所以说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提前去预料到，而且密码机的话，他们是有多修2台。金闪闪那边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没张狂嘛，这一点是肯定能知道的。那去找一下这边的密码机。娃娃已经提前蹲下来了。娃娃蹲下来，没找着，走了。尖闪这边要救人吗？但娃娃那台机修不了，因为它没电了。是。所以说还是要等看他们42那台，还是说尖闪这边先断个锯。错呀。但是这波救人宠爱可能是双人，另外一个人来了，那震慑给到前锋，有一个化险为夷，一刀打到了机械师没有回光返照，有自愈的，直接切传送过去开始控场，打到了娃娃，哇，机械师燃尽了，这局纯燃尽了。是吧？最后一丝丝，把自己一家子都搭上了。伊森这边也蛮危险的，因为他刚刚是交钩过来去破译的，所以说现在手里只有一个飞轮，就看一下能。是的，飞轮被骗了。对，提前交出来了。那还有一台42的呢。是吧？飞行家这波可以再救一下。是不是船上啊？42这台是不是？对，是的，应该是第1台结实的。那就飞行家过来救前锋去修了。前锋先破译，然后星焰就先在地上去自愈一下。主要现在应该不太会去管他。这局我觉得求生者他们的预期是一个平局，但是就怕现在平局都保不了啊。尖闪这边交了喷气镖过来，但是还是有一个以前博弈的说法，是这一次没人帮忙了。对，这一次要真的跟宠爱进行博弈了。局军震慑0.7的宠爱，越说越恐怖。怎么说？这个淘汰进度都快走了，不救了。我不博弈就不会有任何的风险。没必要。是的。想了想。如果说我没救还好，我万一给个震慑，那这局是真没法打了。主要是我自己的命还是能掌握的，队友的命那是他命不好，是吧？那他已经在这一波居然失误了，宠爱撞到了那个墙上。那这样的话，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我天哪，这一波确实好难受。这一波不失误的话，金人闪感觉要倒。而且密码机不够。对，密码机不够还要挂，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亮掉之后，脸上还是唯一一个有回光返照的人了。他是个满状态，手里还有一个配气背包。反正这个剧反正不能给震慑，可以硬吃的。C 刀，然后再往其他点去转。对。主要求生者这边的话，其实点门啊也已经点到了，就主要是星焰那边起来以后就直接往小门去贴了。尖闪这边肯定是要，就是宠爱这边要先击倒他，然后呢再去传送。这边还有一个长板子，然后直接交了道具，把板子再一盖。这波宠爱没骗，直接传过去。星焰手里是没有自愈的，是他如果倒了的话，这个门还是点不了。是的，而且宠爱手里还有无限锯，足够赶回去。不过这边的话，星焰手里是有一个飞轮，对他手里有个，能看提前交出来了。但是飞行家自己进度才30，感觉这局3抓有了，飞行家来不及起来的。40才37，飞行家身上有钻头的吧？来不及起来的，这局3抓是有的。而且前锋那边他的一个状态，除非说他过来飞轮帮你断个锯，但2个人都是残。前锋还是得跑，说实话，前锋还是得跑。前锋直接走就好了。先在门里断个锯，先在门里，对吧？但是宠爱这边是直接停锯去挂人的呀，对，不管你前锋的呀。
直接停车挂人。金闪闪这边因为手里不是身上是有钻头的，所以起不来。对，那这样的话，宠爱小丑这张地图完成了一个3抓。你没有击倒就发挥不出来你的控场。只能说看看古董商会不会给机会吧。古董商可能是艾维前期唯一一个可以欺负的。或者说你前期看一下野人这边会上猪6嘛，我正常的用板窗给你6，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你逼的说我这边 CD 了。对，在空地的话没办法，反正你只要过来，我总不能不上。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这波伊斯人是往487的方向走吗？前期的话直接去追古董商。感觉现在伊斯人和本体都是往487这边来的。对，想两面包夹一下。哦，第一波的隐身吼还预判到了位置。是的，合中的。对，然后一直在切换自己的本体和伊斯人，看看能不能架住487啊！不着急，先寄速。但你这样追的话，密码机掉的可非常快啊！主要是你根本没有去干扰别的密码机嘛。对，果冻这边啊没有走出这个范围。哎，你看一旦走神一下是吧？分心一下去管别人，487这边直接一个反走。对，就刚刚好不容易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就被给突破了。对，还是要重新过来去包围他。对，而且这样打的话，确实密码机掉的会很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一下这波要不要附身啊？直接本体吼。对。但是前面的话，因为他的恐惧值是清空了。对的，就也没有说。哦，这边隐身吼还给躲了。487这个视角非常的精髓。但现在闪现好了，有一个闪现，不过487手里有飞轮。这边继续往逃骗范围内走，但这边暂时没有办法传送。看一下这波能不能预判到这个闪啊？哦，这个有一个高低差还是比较。如果要交，想来一个云门跳点，对，但是没跳过去，那把闪现给省了，可能没有26了。对，就因为你前面道具消耗的也算比较多，一直在开转世。是。那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这局不是没有26的话，他想争3炮还是比较难的。寄速一下，直接给一刀。这边的话其实逃骗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广，所以说野人要赶紧出去。古董商这边因为刚刚被寄速过啊，这波一定是要交闪的，就是看这个闪现。现一波。哦哟，487其实已经毫厘之间意识到了。对，我觉得他这个飞轮用的就是毫厘之间，但是还是破轮了啊。主要是真真这边他前期也用说本体吼去恐吓你了嘛。对。所以说对于求生来讲，我没有办法所有东西都防得到。是。还是凭感觉是吧？赌你第一次不敢交，然后差不多我觉得你要 A 闪过来的时候，我就要交飞轮。对。这个东西它没有说100%成功的，是吧？就是一种博弈嘛。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古董商应该是开门战之前要被这边是趁你去干扰密码机啊，所以说今天把人给偷下来了，然后给到了487这边，给到关键得躲个隐身吼啊，要不然就给躲了。89，那这样的话他还是差一台。看后边能不能是，而且这边的话逃骗想偷袭一手，对，已经是覆盖满了，你打不到的话，你这个侵蚀度就清不掉。主要487在刚才出那一棍的时候，他已经89了，是已经很多了。对，就是如果这一棍命中了，就中了；要是没命中，我也不敢看你了。而且不仅不敢看你，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没办法。不过刚刚那一波其实已经对于求生者来讲，相当于是一个无伤救援啊。然后古董商也是溜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对。这里现在就是大家要去再打一整台密码机。我觉得现在真人9的话，他可以稍微放松打一点，就是不犯大错的话，这一局肯定是输不了的。就看能不能争取一个更大优势。假如说一不小心是吧，弄个3抓4抓的，对，这种可能就是给自己队伍积累优势会更大。是，但是底线是什么呢？不能被3人3跑，还是要保住平局。对，底线一定要保住平局，要不然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其实这个对于狼队的求生也是，因为你刚刚宠爱刚刚是3抓了，所以说这把的话也尽量不要给平局再往多的一个结果啊。他们打的也比较谨慎。是的，求生者是在大船，这边抽到了一刀，跟果冻博弈，但是果冻这边没有博到。毕竟在6艾维本体的时候，也不能老回头看。那你可能有时候就确实不太清楚。对。只能通过红光去判断一下。这里的话，密码机。逼一下小明上猪吗？大门海边啊，以及说双11那边。伊斯人拉过来，要传过去吗？那现在其实就是慢慢的消耗一下求生这边的一个道具跟状态。对，消耗一下道具。这边小明提前上猪也是不给机会。
那也是清一下这边的资源啊。感觉真9闪现还可以再用啊，闪现可以再用，因为开门阵之前应该还是能拖好的。而且主要是他的闪，如果能帮他有一个击倒节奏的话，是最好。而在这里，这边野人是因为刚才已经上过猪了，所以这边在真空期被发现了，直接闪过来75的精致度，前面还有个逃兵覆盖，你只能下这个楼梯，是有机会被秒的。已经85了，看一下这波吼到了，带走了。但是密码机是不是能够啊？这样子，因为再把一次人，对，再把一次人调过去的话，这个闪现不一定能再拖出来了。对，看一下他们确实是想让海边那个对硬修压对，然后但是果冻他是从双11那边过来，还是会比较远啊。因为不用太担心小明的话下来几乎是必溜动的。对，但是就看。但还是会稍微的干扰一下，不会让你修那么舒服。对，其实这个野人他是守不得的，因为守的话也没有什么用。过来的话还是得把自己的闪现拖出来，这是开门战的这个关键。而且同样我还是要耗你们的道具跟状态啊。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打到心理的一个状态呢？但是打到猪一刀的话，还得本体还得往海边那边去赶。小明这边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管不了。除非他刚才那个2阶或者隐身后能够打断上猪，这样才行。然后顺便用1次人去看一下双11那台怎么样了。是，对于真真来讲也是先把这台大遗产给占住了。对，真真就是赶紧要把闪现拖出来。要不然开门战的话那你们多修一些嘛，多修一台，我这个时间就拖出来了。对。不过刚才心理学家激素过了，现在让他白修了10%多。这个时候的话，因为野人刚刚上猪加上过蚁啊，所以说他现在有点要挂机的一个状态。是野人的话，尽量不要再被就是第一次击倒那样给到一些击倒的机会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在开门战之前是差不多有一个闪现的一个机会，差不多了。现在对于真人9来说拖的差不多了，就看能不能，再找机会，比如说开门战能给我做出来一个挂飞这样子。哇，非常大胆的一个博弈。那看一下海边那台是已经81的一个进度，这里也是得管，对，得管了，心理状态。80多，激速过来。飞轮直接飞轮出去，这样的话开门战之前消耗掉了2个飞轮，是心理学家和小蝶的飞轮都没有了。对，那这样的话你开门战要是万一走位出现点歪歪扭扭，可能会被2阶秒，因为没有飞轮去补一个距离了。这样再过来找一下小明，但小明现在不怕了，只要上猪不被打断就可以。那对于真正来讲，就是我先不让你破E嘛，只要密码机不动这里的话气象瓶内消耗也比较多了。对，密码机现在就动得慢一点就可以。对，就其实哪一台都差不多的一个进度了。对。这边2阶还没好啊，要不然的话感觉对果冻有点危险，有一点念头的。对他有点危险。对果冻是有点念头的，但是要注意野人密码机。激速过来，但是不够，因为人家走的给喷满了。那这样的话还是有一波上蚁。上一波蚁的话，谁来救呢？只能气象过来救了。气象有点太远了吧？是一个对角线。我感觉过来都有点困难啊。小明那边还在防。那寄宿小明的话，其实密码机可能要亮不了哦，因为小明他虽然说躲得远远的，但是在猪上毕竟没有办法去修密码机。你不能点亮。对，所以就一直看着。过来没有2阶。但是怎么说？打断了！但是这台密码机是压好的。但是野人的话，这样会被变成一个上挂飞。如果再挂一下的话。但是野人开门战的猪还是能拖好。但是关键是开门战这个门是谁贴呢？太近了，现在是一个人在大门救人，一个人在大门椅子上，还有一个人在双11破E。所以说你不打大门的话，想要贴到小门是非常。而且趁救人这个间隙，如果能把心理学家击倒的话，也可以。是，就是现在还是没有人压机啊。那看一下真真怎么选。他想打野人。打野人的话，因为野人开门战一定不会被秒。那其实就算击倒野人，他开门战也不会被秒的。但其实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安排气象去那边贴一下小门啊。对，气象慢慢溜的。对。然后野人这边溜自己的。给喷满了，不过好在这个能不能翻？打了个震慑。那密码机只能点亮。小明这边是不会被秒的。对，他可以上猪。对，所以就这边本体先跟一下小明，然后确认一下开门战是不是打算贴这个苞米地的门。对，赶紧派野人这边下猪了，野人这边省一下自己的 CD。但是他的身位要离门很远啊。对，趁着他在控小门，对，小明这边直接上船，这边就是很
清晰的一个角色。不过果冻的话是在中场露了一下视野。是的，不在中场。小蝶这边被小蝶那个门的话暂时是被控住了，而且大门也看到了小明他是上船了，所以说短时间也难以贴到。那中场的果冻要稍微小心一点，有点危险。对，不过过来因为小蝶这边给压力了，所以他必须得传送到小门那边，然后用14人这边守着大门。是的。挽留结束之前，真真九可以肆意控场。那这边直接闪过来。闪过来，那这样的话，气象学家也要上关。那好在气象学家是一个满挂。那看一下大门这边，暂时还是没有人贴，果冻在往小门赶啊。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刚刚应该是有一个逃骗的，而且还有一个果冻。是。挂上以后，这边大门还是没人点，被看住了。然后本体再往小门那边偏。有这个耳鸣了已经。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得有人过来给点椅子的压力呢？看到小明已经在往这边贴了。对，要不给椅子压力的话，这边门也动不了，人也在椅子上，状态白搭。是的。如果有人给椅子压力的话，但是冒乌鸦了，那我就知道你是往哪个方向来的了。是的，判断到了。那现在其实野人是不能烤压的，因为挽留状态还在啊。是的。而且本来也是个半状态。这样的话，只能等挽留过来，让心理学家救一下试试了。得看是，应该是挽留先过，挽留先结束。对。然后这边把门看住，就要来先去打气象学家的一个针对，先把他给淘汰。对。而且果冻呢？要救吗？要，他得过来了。得救了吧？对的，得救了。但是要小心，这边淘汰进度其实也蛮极限的。是的，给到一刀，可以救下来。正常救下来。那边的话可以给大门的压力了。主要是刚刚野人的话，他是有点往小门去跑，所以说现在果冻这边飞轮消掉了，但是飞轮的方向有点现在身位还是在击倒范围之内。是，但是大门那边应该管不住了。对，大门那边的话已经是点上了。对，14人赶紧往那边飘，但是大门那边已经点上了。而且小蝶手里是已经又画好了一个气象道具的。是的。应该是有点赶不上了。没错。其实，刚才那一波还是不应该去搏气象学家的一个。就是不要去搏心理学家一个震慑，就他救下来，我直接打针对。对，打到气象学家针对的话，心理学家这边也很难走。对，因为他不会下来给你拉扯。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古董商和杂件员牵制隐士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去溜吧。就是隐士他就可以让什么呢？他让白板角色也有一些变得能溜起来，让很晕吗？那就张狂挽留带个传送或者带个移形这样子打。然后这边化险为夷的话，佣兵加一个气象学家，怎么样？气象学家救人多好。那他的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这边精挑细选几台密码机。先给连上。那求生者这边的话，前面也没有着急去摸啊，所以说现在身上都没有电的。对，古董杂技这边先摸到。对，其实该修还是修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密码机。谁来修呢？对，主要也是中场这边11的话有一些爆点啊，说已经是来到花坛这边了。那其实反方向的人就可以开始破业了。那佣兵其实还真蛮害怕隐士的追击的，因为你本身的道具可能一个护腕也很难逃脱出我上电那个范围。这个电球感觉稍微偏了1寸的样子啊。要不然这个蓝电应该能上到交互点。是，那现在如果再上的话，求生者这边马上就可以切了。对，本来这是能拿刀的，对吧？如果第一个电上到了，宠爱很明显是有研究过的，只不过略有偏差。这个护腕收益很小。但是你就说躲了没躲？对，其实这一刀的话，应该是空刀之后去做交互的会好一点。因为刚才是即使闪现也没有好。对，主要是前面那个板它下掉了，不然的话，刚刚那样子躲到再弹护腕收益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挺帅的，不得不说。对，你就说这个护腕弧线还是蛮好看的，划出了一个问号的形状。那这边是伊森，看一下。给到一刀正常扛刀啊，对，黄扛。后手里是有飞轮以及气象频的。对，看一下要画个啥。看一下这波上成蓝电，怎么说？佣兵？还是先用道具，还是先用飞轮？记得当初大家都帮你扛，哎，宠爱，哎呀，没事儿哈，这强风也是用出去了，因祸得福啊！是。飞轮骗出来了，伊森现在纯靠走位躲。但这个地方其实没得躲，因为都是大空地。是的，啊，佣兵这一波不切的话，就是下一波如果红电还能再扛一刀，
如果蓝电也正好别害大家，对是吧？佣兵的话就保证他救援的时候，哎，完了，那这一手肯定是腾云是不想让上到电的，对，但可还是惜刚起极飞的一限上到电瞬间啊，还是上到了蓝电。是的，2秒钟的一个冷却啊，在奇迹，感觉这个地方很难躲，拉回来了一个边缘电啊。那这样的话呢，外面密码机已经是3台多一些了，然后这样，因为最后是一个蓝电嘛，所以说佣兵那边状态也比较好。是，这个节奏对于宠爱来说不是很好啊。对，因为击倒花的时间会比较久，密码机掉很多了。对。而且状态也没有打得太残，就他们来救一波人的话，还是不会受到很多影响的。好，远程去扔了一个蓝电，直接打了。直接打，正常让3个人都扛刀。然后这一波的话，气象学家是无论蓝或者红都可以再活一下的，对的。哎，哦，但是哎不队管吗友是觉得，如果我帮你扛，可能你能多活一会儿，但是我们状态就没时间调了。啊，那本身你就是化险为夷时间内嘛。那这样的话是下一波留着给佣兵扛喽，是吧？佣兵再救一波，然后无论是红是蓝，让给佣兵扛一下，保证佣兵先别倒。对，而且后面再看救下来啊，没有。佣兵直接摸红电了。好。好。那保证了这一波是能够比较稳的救援的。哦，看了一下密码机，那差的那台还是有点多的，67的那台。啊，就是脸上这个。但是都倒不了。啊，那边的话人救下来了，这里可能要交门。那伊森的话赶紧回跑。哎，这个电的话稍微没上到，对，空了一点点啊。那这个蓝电上到了，看一下这个再临。佣兵弃电了，可以给扛了。再看一下能躲吗？哦，躲开了。哇，翻了过去。但是第2个没躲开，但是也倒不了，因为佣兵帮忙扛刀。而且你后续的话不太好去给他上链，我接闪闪那边也要小心，有可能会换他的节奏。有可能换节奏，而且这边心燕也是很聪明，直接把电切成蓝电，就怕你杂技倒了，把我也给带倒。对。哦，一个远程电没有上到，不过接闪闪这边手里也有飞轮，这边视野还不太好，看一下能不能先交球。对，尽量让你晚点上。哦，这个电的精准度确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心燕那边已经接手到了金闪闪的密码机，对，气象学家那边状态已经调起来了，再跟佣兵再补一下佣兵的状态，90能修到90的样子啊，没修了，走了。但主要心燕他状态比较残嘛，他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吃一刀救人的，还是等另外一边2个人调一下。主要也别害到佣兵。对，哦，现在没关系了，佣兵已经调起来了。飞轮躲掉，天哪！预判到了你这样的一个位置，3连击。然后11那边直接弹护腕过去。11这边趁着这个时间直接把人无伤救了。看一下密码机，94、95。掉一个土球。他还在一个止咳状态。是的。哦，现在终于是可以上刀，但是飞轮躲掉了这一刀，还回头下了板，直接亮了。杂技这边也是倒不了的，是，因为旁边是有队友帮他扛伤。2门先连一下，而且直接跳球不给你上电的身位啊！哦呦，过来一个再临，说打一刀。这边的话给到一刀，看看移形要不要往门口赶啊？不过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没有。这边是可以的，其实可以交移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移形到门的。对，但是还是不能再追了，再追的话就要被3交跑了。移形。但是中间这边留了人，准备点回头点大门去了。对，就是2侧都有人的。想云门过来直接给棍。但是还是被定住了。对，另外一侧门的话还没点到。不过门的进度其实差不多，都是3、40。应该开不了，还得留人卡。这个门的话，看一下还是能够回去的。对，开不了的。再回来一个人。回去中间探耳鸣，探到了，这个耳鸣偏大防。而且这边通缉是通缉到了佣兵的位置啊。大胆一点，直接回去救。是吧？反正3个人也倒不了。是，先管一下门，没有注意到回去的一个人啊。那感觉那个人是可救的，因为心燕是1挂。确实啊，这边走到陷阱上了。那感觉就是说我硬给你一刀，反正也不会倒地嘛。哦，上到蓝电，佣兵这边要倒了。直接弹护腕，哇，这个反应好快，就感觉宠爱刚抬手呢，哦，11人没了。哦呦！门是已经开了，这边。还有个地窖，你必须要。地窖很难走啊。那这里就是你必须要击倒他，还在挂上。是的。博弈，11狠狠博弈。
宠爱这边攒一攒。哦，定住了，但是不敢轻举妄动。有点远，这个建筑还是。是。其实他在等第2个再临，你知道吧？而且我觉得11的话，毕竟是没飞轮的嘛，还是比较难去走的。11想了想，要是一开始那个护腕还在，再弹一个那种，对，再弹一个那个问号型护腕，你知道吧？是，直接就拐弯的就到地窖了。对，给宠爱打的满脸问号。哦，这边主动蹭了一下，再蹭一下，坏了，还是走不了。是的，一时走位不慎，掉进。确实感觉虚晃一枪。对，我可能是用班位啊，给到你非常大的小丑压力，导致你这边的选角不敢选心理之类的去针对我的，或者是一些挑。这个梦之女巫拿出来，其实我觉得还是起码熟练度是不用担心的。对，而且我觉得对于球圣来讲也是，你前期要防他到底是放狗还是闪现。对，其实这两。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非常好看的时装，往。大房方向走吗？大房方向溜着边走，但是原生系统还没超距，对，还没超距。OK， 小蝶防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贸然就上到2楼去啊。是，要不然容易被包夹啊。对。这样的话，原生信徒绕一圈，寄生信徒也超距了，原生信徒这边还被砸了一下。是。寄生信徒跟过来，原生信徒还在跟，2个信徒都在跟。直接放狗，吹了2个信徒在原地，但是又都跟上了。比较近啊，那看一下这边，交互卡狗，放球帮忙，2面包夹，被咬到了，那这一刀应该是要给的，还是给到了寄生。对，给到寄生，这样的话把这个火灾这个气囊先处理一下。是的。然后再拉一下超距过来。本体狗已经没了，其实现在的话想击倒气象学家也非常的难。那只能说是原生那边稍微干扰一下487的一个破译。只能说是再等一等这个寄宿的 CD 了。看一下，哎，真人9的这个原生图啊，把底下的板子给也不着急，过来破板啊！你看本体站这个位置就比较精髓了，是吧？站在板的中间，你下板的话我直接走啊，这样的话我原生信徒还是不会断超距。这边的话再吹走抢窗，对，再回来让原生信徒这个纠正一下位置。我小蝶可以进前面2块板，而且那个灵柩是给到了他，对，所以说这一波就算击倒，还是没有什么控场机会的。是的啊，再来一个强风吹一下。其实前面还有飞轮可以操作。感觉如果说这个寄生要是送掉的话，这一局哦呦，这还没击倒，甚至是得放原生狗了。放这个。寄生狗啊，然后原生图不在，那还是送掉了一个寄生，因为原生是停在了这个地方。对，原生停到这个地方，我挂上之后反生，这个人都不知道在哪，这个灵柩是的，直接是对角线，我怀疑是。感觉这一局凶多吉少啊。主要是这个人真9来讲，还真是对角线啊，这太远了吧，这也。赶紧往那儿跑吧，先给挂上。我感觉好像你赶到那里，如果不管密码机的话，都已经压好了。感觉可以开始空场了，我说实话。是，哎，这边差一点拿到果冻的一刀啊。是的，果入殓师这边也是飞轮直接进板了。主要气象那边身上有寄生信徒，可以暂时的先不去管它。好，原生信徒过来。原生咬一下入殓师，把入殓师灵柩消耗了，但是你这波挂入殓师再救，又会给他增加一个灵柩哦。还是说我第2波就直接倒地啊，不用队友的。直接被咬，然后原生拿到一刀，翻过去，原生继续跟一下。但主要还是没有管到密码机，所以说，舞台在外面修的是很快的。是的，看这个底牌要不要交啊？底牌啊，底牌交闪，直接击倒入殓师。原生那边是击倒入殓师，想超距挂回遗产。这里还是想这边想超距挂回遗产，然后寄宿给到小明。小明这边要不要考虑送寄宿直接修啊？然后让火灾过来救。哦，没有，选择直接去救了。那这台密码机就不着急。我感觉他要是送寄宿的话，应该是能把这台机抢的样子。但是原生也过来了，直接换位了。原生先站住这台89。这边先给他套个化险为夷吧。弹走直接撤。是无伤救援，但是没有扛到刀。果冻是有一个灵柩在了，还是回来看一下这台密码机已经是99了。不是79。
哦这个，79。对，中场那台79。另外一台他们是压着了，压着不放。哦。那这里好像要给刀啊，因为那个板子是用过了。对。入殓师那边倒了，不着急。自己的一个寄生，先去叫自愈。没错，487这边直接是想新开，对。但是他也要被补一个寄生了。那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要先去消，而且他自己没有紫圈。对。气象那边是摸了个针啊，所以说可以自己去补充一下状态。不过487的这手2个道具、2个气囊都这边是有闪现的，腰闪击到487，中场那边还是没人去啊。对。主要守墓人现在身上也是有一个信徒的，现在信徒会数量比较多，对，他要先去一下。原生还是站在那台密瓦机，是，得起新机了。嗯，但是这边的话应该是个连机啊，不太好起了。而且没有化险为夷的话，其实不太好带走。对，你看这边是对，是中场连接小房的一个3连击，而且没有化险为夷情况之下，我就很难带走。对的，只能说救人和修机同步进行，一个擦刀干2件事儿。嗯，看一下气象是把自己状态调好了，守墓身上还带着个寄生。对，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原生信徒在看那台密码机啊。是，而且后面拖的话，其实闪现会越转越好嘛。对，83的一个进度。这边主要487他的气囊前期也都被清掉了。是的，这边破窗。就再多翻几下的话，其实也会破掉了。对。其实还是那句话，救下来人之后打针对会好一点。给救人为一刀，导致4876溜这么久。但他可以等闪现好。这个闪现空掉了！我的天！哇！那他得看看密码机了，要不？好滑溜的487啊！是。把板子先破一破。这边的话，487这已经是相当于说你给他套了个化险为夷，我都带走那台遗产。我给他套了3化险为夷。对，我人都已经到另外一边了。这边飞轮还砸了个头，再盖个头。我觉得要不先。不管他拉满了，我宣布已经拉满了。是的，这边状态调整起来的话，你外围就没有要错失良机的呀，真真。因为如果状态调整起来，你用寄生信徒就抓不住人，你寄生信徒抓不住人，你必然要掉原生。那边是寄生击倒了。对，但是呢，要走过去寄生。对，这边可有人虎视眈眈，密码机，小蝶。小蝶其实也在防，假装走。对对对，还是及时回来了，要守这台。对，看到了小明。我觉得现在对于真真来讲也是尽量多补一些信徒在场上，才能说对，赶紧掉原生。这边小蝶也在拉扯。对，这边的话其实小明这里还好啊，因为信徒手里是没有闪现的，而且他自己有道具，不过可能也要省一省。那边是果冻跟487在调整状态，小蝶给一下密瓦基压力。没错，还是要看一下。这边击倒守墓人，也是送掉了寄生。但是很尴尬呀，击倒之后我没法过去补啊。主要是看小蝶这边都冒乌鸦了。是。就还是只要真正站在这边的机子，你其他的也没什么时间去修，然后你又要花时间跑到另一个半场去调状态。这边女巫的信徒翻窗翻破窗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呀。是。操控2个翻，然后再自动跟随2个翻。这个图的破窗基本上都已经被翻掉了，可能什么时候方便再把板子踩一踩啊？很神奇啊！求生者视角看着很神奇，就窗户自己就碎了，对吧？就那主要是现在换了一个人来给这台密瓦基压力，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要再去多修一台。现在状态都调整起来了，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感觉这个开局摸了个娃娃。这求生者的第5人格出现了。是。补个寄生，补给谁呢？想想，4个人都有权，补给谁？2个汇合一下，信徒又白补了。现在是487那边冒了一下乌鸦，这边的话你打的话无所谓啊。打的话我就硬吃，吃完接着修。不打我就消。对。看一下小蝶都跑到地下室去了，是吧？对，感觉要为开门战做铺垫了。只恨487没有办法换道具呀，要不然都不敢想象求生者这一局有多富裕。那小明后面好像，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比较好的道具，铲子也可以说我用一用了。对。摸了个魔术棒又。因为毕竟小蝶的话，他是挂过的嘛。对。
闪现过来再给他补一个。但是刚才那个寄生虫没有拿到刀，虽然说保住了密码机，但是丢了这个刀啊。就感觉刚拿一刀，现在再补一个，他就不敢修了。对，但是如果刚拿一刀的话，那密码机估计就80了。是的。对，就是两难啊，现在就是，因为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而且那台密码机，原生走了。原生走了的话，这台密码机快压好了。哎呀，很忙啊，站个岗也没有站明白啊。哦，又去的差不多了。我觉得真9啊，还是想想开门战的事儿吧。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而且，他得算到已经有人贴门了吗？娃娃是已经贴门了的。密码机是中间那台已经够了呀。对啊，94、96、90压好了。哎呀，这，我觉得对于真9来说得兜住底呀。先这个局面先盯住一个人。对，先盯住一个，你到时候这局要是被撕跑了，可难受了。你想这又有娃娃，那往这边带的话，应该能看见娃了。对，先处理一下会比较好一点。哎呀，伏笔，伏笔没了。主要球商这边也不敢太贸然的去点亮密码机。对。对，他是希望场上只有一个信徒在点亮。好，亮了密码机之后，场上只有一个原生，另外一个门市已经马上点了小明那里，好像管不太了。这是要干啥？对，赶紧关门，哎，这个门得管，对，还是得管啊！站住门了啊！另外一个门也不少。硬驱。对。是先驱掉还是放弃驱了？但前面有一个原生，切换过来，信徒是有闪的。这边还没有板子了，怎么说？想要去心里交了飞轮，那手里有闪倒。另外一个门是开了，然后2个球生在拼命往那边赶。没错，但是信徒也在拼命赶。主要是气象学家手里身上是有灵柩的，如果你挂在这边的话，我直接反身到那个门就撕跑了。得先想办法把果冻赶走，或者先派信徒去站住那个门口灵柩的位置。对，因为开门战他至少没有那个无敌时间。对，很忙啊现在。但是灵柩搬走了就不往门口弄了。那有地窖，那其他人如果还是走门的话，人还是走不了。这边2个门都开了，地窖现在的话挽留50多秒，想保一下吗？怎么说？我看一下信徒这里没有技能，没有闪现，分开走，让小蝶一个人溜地窖。那这里挽留还在的话，其实另外一个人走门也，果冻那边也不太好走的。不太好走。对他得有闪现的这个被逼回去了。怎么说？手里有飞轮的。是的。飞轮预判到了，这信徒也超巨了。小蝶这边还在地窖博弈，是要不先把这个板踩了？反正他们还没出门。对，刚入殓已经被逼到中场了，还说要等啊，这个挽留。这个等信徒过来把板子踩掉，没切换，还是没切换。击倒。这个离地窖还比较远啊，看一下能不能牵起来。得牵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一个3跑。哇，历时12分钟啊，也是很惊险，留住了一个人。是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加赛环节了。手搬这个入殓师确实有点偏向于艾维，只不过艾维是宠爱他的4大天王里边的第4手。对，就所以说从亮相程度上来见的话，我们是见的会比较少。对，毕竟大家也不是什么擅长，可能就是以干扰为主了，边追边去。看呼吸小丑会不会给机会吧。呼吸小丑邮差都是可追的，呼吸小丑就是看火箭会不会被下断。邮差的话，可能你就基本上都是预判够了，不然你面朝方向很容易被艾维给喷满。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伊斯人这边往3连方向走啊，然后本体的话往木屋方向去压迫啊，木屋中场之间溜达。3连的话是11那边的守墓人，然后中场是伊森的呼吸小丑看了一眼啊，偷偷的。这边的话，寄宿一下11应该要回来了啊。找一下伊森，伊森的话手里身上有2的一个侵蚀度，对。过来直接是交了这个附身吼，是的。然后这60多的一个侵蚀度，看看什么时候交这个火箭啊？刚刚其实还是比较求稳的，就知道你要过来，会有一些恐吓在，所以说捏的会比较死，而且手里的飞轮也是已经转好了。是。
躲掉了。那这手就第一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了，实在不行就直接拉火箭突破包围圈就好了，找个距离闪过去。那这个时候再拉的话，也确实是会不在这个包围范围之内。对，但是因为这边队友给了一个寄速，对，还是在包围范围内。不过好在他现在是有机会拖出来下一个火箭的。是，下个火箭应该是稳拖的。对，身上没有什么侵蚀度啊。感觉可以拉。还是也是先等。这个吼交了的话，火箭就真可以拉了。对，没有办法打断，你后面本体是跟不上的。是。所以说现在只能在它结束之前干扰一下密码机。但同样，其实这个火箭结束之后，还是不一定会有击倒啊。那这样，其实这样看的话，伊森6的不是伊森6的伊森人还挺好，还是非常久的。对，哇，这边又谈笑之间躲了一口喷。那这样下一个火箭又能好了，直接给拉一个空地，再转到下一个半场。这溜的太好了。是。其实按理说，估计小丑稍微有点被克制，但是伊森他知道你每一波，尤其是隐身吼的一个时间点啊，没给到机会。是。最后一个小加速又回到了110中，就是开始被闪现的地方。对。最初的起点是，看这边还能不能躲啊？这个隐身吼又好了。前面的话有一些长板区。对，慢慢追。吼哦，没躲掉。是，但这个牵制时间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很努力了，2分半。2分半才被击倒，然后道具也用干净了，技能也逼出来了。是的。是吧？这就是最想遇到的那种队友了。而且求生这边其实对于他们来讲，第4台、第5台都已经很多了啊，是有进度的一个状态。想出来干扰一下。有一台是110窗啊，所以说110窗一开始被激速的。对，所以空军换了一台密码机。这波正常把人救下来啊。没有无伤。得刀。然后去11还可以，你就看他扯的多快。守墓人他太安心了，你知道吧？是。又安心又勇敢，这 buff 给叠满。那这边的话想过来干扰，但这边下完板之后，这个就给解了，被控到了。对。慢慢控呗，反正宠爱这一局目标先不说，最基础的目标就是把时间先拖够，对吧？这一局看着4抓面比较小。而且求生这边其实也是觉得他们是觉得我优先给你打一个比分。对，优先争3跑嘛。对的，因为你打艾维，你越着急反而会给机会嘛。对。守墓已经在新开了，所以说小门的110窗也可以不要。这样的话就本体来守乙，然后14人守住小门这台，摇摆一下墓地。那这2台的话就慢慢的此消彼长，是吧？慢慢去。但是空军如果配合过来救人的话呢，其实这个上挂飞有可能会被保活。这边侵蚀度叠满了。是。翻过去，先留一个寄宿点在这儿，救下来。又一个寄宿。然后又一个寄宿点传过去。传过去给枪。哦，直接交枪。那其实守墓那边还蛮危险的，因为半状态啊，加上那个陶片是刚刚开始拆，现在拆好了。对，但是没事，他手里还有铲子。这边伊森跟他的身位还比较的远，这边要小心，有一个闪现啊。寄宿的也得硬修了，要不然这个要闪了。但是邮差这边可以稍微 OB 一下，想强摸，但是容易被打断，那能不能放狗呢？但是，哎呦，他被控住了。还有机会吗？没机会。没有了，对，狗已经进入 C。可能还是刚牵起来一瞬间比较有可能。是的。那这边的话稍微挂的远了一点点啊，伊森从墓地赶到大门还是会比较近的。主要是肯定必能控住一个门的。对，本体在小门嘛。然后把伊森人收回来，继续拖时间。先传到大门，但是求生这边有防了。是的。而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既然要这样，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样去3人3跑。是。但是他们得先拖挽留啊，感觉现在星焰这个身位有点还好狗咬到了。这个甩狗啊！对，那么近的身位，门是已经开了，怎么说？守墓人这边下铲下铲了。对，那金闪闪没有办法给压力啊，只能先走。是，邮差那边回去点门应该是能开的。对，因为伊斯人已经照到大门了。
那门开了之后，97侵蚀度直接出门，这样的话选择投降。这局非常的久。其实对于站真9的视角来说的话，这一局是希望发生一些不常规的事情的。要么就是秒的特别快，卖不了，或者是说我在手椅上打，手椅打双倒，或者打救不下来。对的。但是佣兵救不下来还是太难打了。而且加上有邮差在啊。对了，有太多的点，近身博弈的话，使徒是不怕的。对，而且其实像那种飞轮贴到脸上去顶掉沉默的话很难。而且它本质上来说不需要这样去处理 OB 位什么的。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这个猫的话是往中场那边赶了一下路。是的，这局的话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可能去赢的点，或者说去争这个平局慢的点，就在于他们是没有很多的弹射的，就是我可能要抓住这个点去起一个追击节奏，但是很明显这个人是找的有点歪呀。觉得他往小门拉了，但其实求生是在木屋的时候及时回头了。真9也可以前期游荡一下，是吧？啊，对，后面我技能好了，对，吃一刀，然后加个击倒技能，对吧？消失了，说是487，走这一圈发现还在中场，仿佛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地方。这还是唯一一个带了这个弹射的人啊。这是要等猫，猫咬到，猫咬到位，叫移形，然后跳。虫过来保一下。哦呦，虫穴没有推开啊，又吃到一只猫，而且。不过还是拉开这个身位了。是的，移形门这边也收一下，487往中场里走了。啊，走到了。赶紧回头。那这样的话，一切还来得及。真真在等下一个猫，下一个猫其实487自己不太好废掉了。只要咬到的话。咬到了，而且很大的一个猫。哦，电。那前面的话能蹭到这个圈，但是先裁判，哎呀，有点丢身位了。对，是稍微绕了一下。哎，说实话，这个身位不丢的话，已经倒了。倒了。对，结果蹭了一下墙。这边还把逃离之间呀，把窗弹给交出来了，又是一大圈。是，就差一点点，有点太极限。这里再交一个反弹射，哎呀，这就很难追了。拉猫。往角落拉一下，飞轮还在。然后这个猫要躲了，看一下这个板。哎，感觉身距是能进板，但是他可能想等一下虫啊。对，但看到虫过来了。但从限制时间上来了，对2分钟。这局的话，甚至是一个赢局节奏。是的。但是他因为没有回光返照，对他没有回光返照的话，可能是个平局节奏。但是这才2分钟啊，3台机就掉了。再过2分钟，密码机也够了吧？这还是4分，这还是昆虫帮了2次的一个结果。对，这个猫分裂过来，得先在外围打一刀，然后回去再打一刀，解锁猫跳，再打一刀才行。但人还是咬到了佣兵，沉默跳，但是还是得去追487的话，没机会，对，就没什么说法了。佣兵这边没有给到双倒的话。这一局就是密码机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踩到了，还是保证了外面有2个人在修。是，而且囚徒的话还能帮忙连电什么的，一会儿。先看一下，可能佣兵自己那台86的还没有亮掉，所以说他要补，也不补了，先卡着。他就准备再执行一波2救嘛。然后一会儿救下来之后，让队友去补吧，然后帮忙扛什么的。对。这里好像提前有知道你在这边卡呀。拉猫过去，给到一刀，7秒钟，5、4，哇，好帅的一个护腕。对，那移形也有点小卡，这个猫是没有咬到，没有咬到487身上的。对，接了一个电。那还要再等了，等下一只猫。关键是移形交了的话，连控密码机的资本都没有了。这样的话，487应该是要倒这个位置。要倒吗？倒了，然后6秒的飞轮来不及。那密码机直接点亮的话，然后点门去保平，这时间才4分钟，还有2分钟的时间留给他们去开门走人，而且手里没移形，只能管1个门。不能管中间的人啊！他知道，对，还是要先管门。这个门毕竟但管这个门也不行，另外2个人走了，他就可以投了。但这个门毕竟点的早一点。对。现在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而且这人还不能不追，不追的话走掉了。
那应该就拦不住了，因为小门4分半，对小门已经是刀一刀，小门那边是管不了了。对点开了。是的。那这边只要2个人一出门，可能这边小明就会投降。对，直接投降。好，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恭喜成都狼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对，因为这个的话，确实时间差的还是会比较久，差1分多钟呢。是，这个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常规平局。对，是非常常规，常规。